穿越了，还穿到了死牢里。长风都是叔没本事，连累你也要被砍头。想起来了，京城里发生了一起惊天谜案，宰相公子死在了紧锁的密室里，唯一的钥匙在他未婚妻身上，他成了第一嫌疑人。宰相下了死命令，限大理寺3日内结案，否则所有人都得掉脑袋。叔父，你负责抄录卷宗，那卷宗可还带在身上？长风，别白费力气了，人证物证俱全，凶手不是慕云熙还能是？是他个屁！单一嫌疑人，证据链完美，这在21世纪的刑侦教科书里是典型的栽赃乐章。叔父，左也是死，右也是死，何不赌一把？我有过目不忘之能，我信奉逻辑与真相，我需要一个活下去的机会，也想保全叔父一家。长风，你看一眼就好，千万别被他人知晓。细节我已知晓，或许我能找到生路。就凭你一个穷书生，也敢口出狂言，能破此案？哼！吴主榜，这就是你那吃白食的侄子？一个连秀才都考不上的废物，也敢妄议国之大案？你这当叔叔的也是，自己没本事，还指望废物翻身？张玉成，我虽是白身，但此案确实有疑点。小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物象人证俱在，何来疑点？我听说守夜的仆人是在子时一刻就看到穆小姐怒气冲冲的持刀闯入，这有何问题？女子力弱，与李公子搏斗一番，花了些时间才得手，合情合理。不合理之处恰恰就在这儿。你们遗忘了那杯茶，宰相府待客用的是顶级龙井，此茶冲泡后1刻钟内茶汤碧绿，香气最盛，过了1刻钟，茶汤便会转黄，香气大减。可仆人证词却说他端茶进去时，李公子正在独自赏画，茶是刚泡好的，那杯茶仍是碧绿的，这意味着从穆小姐闯入到李公子死亡，前后不超过1刻钟。一个弱女子要在1刻钟内杀死一个常年习武的宰相公子，而且还是用匕首精准地刺入心脏，一击毙命。张玉成，您觉得这合乎逻辑吗？你胡说八道！巧合，这都是巧合，是吗？张玉成，你是不是忘了那把匕首？仵作在卷宗里写道：伤口平滑，深可及柄。可那柄定情的金丝楠木匕首，刀柄上镶了大小不一的东海明珠，用这样的匕首行刺，创口边缘必然会留下不规则的撕裂，所以伤口平滑只有一种可能：凶器另有他物。妖言惑众！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住手！裴青，你有几分把握？并非把握，是逻辑。逻辑不会骗人。好一个逻辑不会骗人！本官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以白衣之身暂为我大理寺顾问，随本官去一趟宰相府重验现场。若你说的是真的，本官保你平步青云；若你是妖言惑众，本官会亲手拧下你的脑袋。草民，遵命。前世我是一个法医系高材生，与尸体与证据打交道。今生我要与人心与权力博弈，虽然这更危险，但也更有趣。裴大人不在大理寺拟定罪状，却带着一个不相干的人跑到我这王子府上，是何道理？李相节哀，此案尚有疑点，本官不得不查。这位小友是本官请来的顾问，于案情或有帮助。哼，一个白衣庶儿也配谈国之大案？裴宣，你是觉得本相老糊涂了吗？人证物证俱全，凶手就是慕云熙，你还要查什么？查他是如何丧心病狂，还是查他穆家如何一手遮天？相爷，小子不才，只是觉得令郎死的有些蹊跷。哦，小子想问，令郎的书房多久打扫一次？放肆！公子书房是何等重地，自然每日清扫。每日何时？何时清扫？自是清晨卯时。那便奇怪了，案发于子时，距卯时清扫都过了9个时辰。书房门窗紧闭，房中应该会落上一层极薄的浮尘，可卷租上却写着房内洁净无甚灰尘，这说明在案发前不久有人仔仔细细地打扫过那间书房。敢问相爷，令郎可有深夜打扫书房的习惯？带他们去书房。小子，你可看仔细了，若是找不到线索，你就等死吧。张玉成卷宗里说，窗户是从内侧用插套锁住的，对吗？是的。裴大人，可否借您的小刀一用？有意思。长风，你发现了什么？一个勤劳的凶手，他不仅杀人后打扫了房间，还顺便给叉骚上了点油。
上游，因为窗户有些年头，开关时会发出声响。为了从外面拨动插销还不发出任何声音，最好的办法就是润滑。润滑窗销最好的东西不是灯油，也不是猪油，而是墨。凶手用墨润滑了插销，但是他忘了，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松烟墨的油脂在润滑黄铜时会发生灌血反应，产生一种白色的造粉末，而且他不小心在窗台上留下一道划痕，而划痕里也有同样的造化物。这间书房不是从内部反锁的，而是被人从外部精心伪造成了密室。你继续说。现在，让我们聊聊这温润如玉、上面镶嵌的东海明珠。张玉成，劳烦复述一遍卷宗上关于创口的描述。废物！卷宗上写着创口位于左胸，状狭长，边缘平滑，深可及柄。边缘平滑，深可及柄。诸位，用这把匕首会留下12个圆形的压痕，就像一个盖了印的萝卜。冲口边缘绝不可能平滑。许是穆小姐力气小，没能将匕首完全刺入。问得好，若是未能完全刺入，伤口深度便会与卷宗上的深可及柄相保盾。更重要的是，这上面的血迹，血是顺着刀身流淌。如果穆小姐持刀刺入再拔出，血液会渗入刀柄与刀身连接的缝隙，甚至会沾染到这些明珠的底座上。可我们现在看到的血迹只覆盖了刀刃部分，且分布均匀。这不像是刺入人体后留下的血迹，而是有人用毛刷将血涂抹上去的。凶手杀死了我儿子，然后将所有的矛头都精锐地指向了镇国将军府，好狠的手段！相公饶命，裴青饶命啊！下官也是被蒙蔽了，一定是那仵作验错了，是他疏忽大意了，是他该死啊！长风，你的意思是真凶另有其人，凶器也另有他物？是，凶器可能是一根铁签，或者是一把杀猪刀。裴宣，本相要真相。下官职责所在。本相要看到真正的凶器，要看到那个砸碎的脑袋。可现场已被清理，时隔3日，想找到真凶器，如同大海捞针啊！不，还有一个地方一定留下了最直接的证据，那便是令郎的遗体。只要重新验尸，就能知道真正的凶器到底是什么模样，甚至可以根据窗口的深度、角度推断出凶手的身高、力气乃至惯用手。长风啊，你已经不是在驮马蜂窝了，你这是在拆阎王殿啊！放肆！我家公子已经身故，岂容你这庶子亵渎其身？相爷不能听他的。好，本相准了。但本相只有一个要求，若你验不出个所以然来，本相要你为我儿陪葬。开棺！长风，没有问题。看到了吗？窗口处没有因外力挤压造成的皮下出血，这绝不是那把匕首能够造成的。奇怪了，怎么了？死者右手的食指指甲的边缘有轻微的断裂和磨损，而且这不是血块。相爷，您府中的桌椅门窗可有用到这种暗红色的漆？裴大人，您见多识广，可认得此物？这是丹心木。丹心木？没错，而且整个京城只有一处地方会用。哪里？东宫。裴宣，你确定？下官进宫时见过此物，绝不会错。难道凶手来自东宫？小子不敢断言，只能说这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方向。今日之事若有半个字传出去，本相让他全家消失。裴大人，顾长风，你们两个随我来书房。顾长风，本相不管你有什么目的，从现在起，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查清楚我儿子的死与东宫有何关系。凭此铁牌，相府内卫皆可为你所用。裴宣会协助你，大理寺的卷宗人力随你调。相爷，我只有一个问题。说。重新验尸之事对外界如何交代？简单把仵作抓了就行。验尸不明，疏忽大意，险些酿成冤案，这个理由足够堵住他人的嘴。相爷，不可。只抓一个仵作，此案依旧是一桩糊涂账。穆将军未必会领这个情。最重要的是，凶手会以为我们已经计穷，找了个替罪羊便草草了事，我们就失去让他露出马脚的机会。我们不能匆匆了事，而是要生事，要让这潭水彻底浑起来。如何生事？将所有参与现场勘验之人全部拿下，罪名玩忽职守，结党营私，意图构陷忠良。如此一来，重开棺椁就是查明真相的雷霆手段，事功非过。穆小姐的嫌疑也被彻底洗清，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被一群小人所陷害。最关键的是，凶手的目光会被吸引到这场官场斗争上，
而我们可以趁机悄悄地将手伸向东宫。就照你说的办。裴大人，剩下的事你知道该怎么做。下官明白。相爷，裴青，这妖言惑众的庶子张茂，你涉嫌伪造文书，意图构陷朝廷命名家眷。来人，将他官服剥了，打入天牢。什么？裴青，相爷，我冤枉啊！堵上他的嘴，带走。叔父，我们回家吧。完了，全完了。叔父，你别叫我，我没你这个侄子，我吴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个搅动风云的妖孽？这是相爷给的。扔了，快扔了他！叔父，别怕，从今往后不会再有人敢欺负我们了，至少明着不敢了。还知道回来呀，老吴，你再这么一天到晚不着家，这日子就别过了。还有长风，你也老大不小了，别整天跟着你叔叔瞎混，赶紧找个正经事儿做。我的老天爷，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又被张茂那个王八蛋给欺负了？没事。叔母，今日叔父累着了，让他歇歇就好。饭菜还热着吗？我跟叔父都饿了。热着呢，我再去给你们热热。平静的日子到此结束了。这盘棋该怎么下呢？东宫。谁呀？这都什么时辰了？你找谁？顾先生。叔母，这是我的朋友，我们有些事情要谈，您和叔父先吃。相爷的体位，昆13，奉相爷之命前来听候先生差遣，此为信物。信物就不必了，我信相爷，也信你，但我不信这个。先生的意思是？我只要你们的眼睛和耳朵，你们是专业的，我是外行，所以我不会指挥你们怎么做，我只会告诉你们我需要什么。先生请吩咐。我需要知道5年内所有丹心木的记录。范围太大了，那就缩小范围。第一，谁在卖；第二，谁在用；第三，谁在做。我需要满足这3条的所有人。需要多久？3日名单便会送到先生手上。太慢了，我明日就要。我不需要完整的名单，我只需要最可疑的第一个名字。好，去吧。吴主簿早啊！吴大人，您用早膳了吗？我家里婆娘新做的肉包子，您尝尝。没错，我还是那个9品主报吴谦啊。不对，他们敬畏的不是我，是我能让张茂打入天牢的侄子。叔父，今日寺里可还太平？都挺好的，张茂的事儿没人提。这说明他们怕了，怕就会有敬畏。叔父，你以后在寺里的日子会好过很多。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你就是顾长风。正是在下，不知穆小将军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哼，我听裴大人说是你看出了此案的破绽。裴大人谬赞，小子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分内之事？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但我姐姐因这桩破事受尽折辱，如今虽然洗清了嫌疑，但这笔账我穆家记下了。我今日来只问你一件事，你有没有把握找出真凶？穆将军，查案需要时间。我没时间。顾长风，我给你3天时间，3天之内，你若是找不出个所以然来，可别怪我的枪不认人。将军留步，你还有什么屁话？将军可知这世上最完美的犯罪，不是天衣无缝，而是留下一个所有人都相信的错误的真相。令姐的案子便是如此，而将军您现在就在做和凶手一样的事。你什么意思？你用穆家的权势来逼我，这会让所有人都急于找到一个真相。到那时，我们找到的可能不是真正的凶手，而是最适合当凶手的倒霉蛋。那我该怎么做？很简单，帮我一个忙。我凭什么帮你？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穆将军。我的人查不出东西吗？能，但你的人会让所有人知道你穆家在查这个案子，而我的人查别人只会以为是相爷在找东宫的麻烦。你想做什么？我需要京城的军用防卫图。你疯了！
你要那东西做什么？凶手杀了人，从相府离开，他想要处理掉这些证物，就必须找到一个绝对不会有巡逻兵丁经过，更不会有更夫路过的防卫真空地带，而只有军用图才能告诉我这个真空地带在哪里。将军，你现在还觉得你的人能做这样的事？明日午时，我在城南的破庙等你。哎呦，我的桌子，这可是上好的楠木啊！这天杀的短命鬼就这么给砸了。叔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回头我给您换个更好的。穆家的人呢？走了？走了？走了就好，吓死我了都！我以为咱们家今天要被人拆了。哎，这真是完了，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叔父，夜深了，地上凉。长风啊，咱们家能不能再回到从前？回不去了，从我踏进相府的那一刻起就回不去。叔父，以前我们是案板上的鱼，谁都能来割一刀，现在我们是拿刀的人。虽然这刀很重，拿不稳可能会伤到自己，但至少我们有了选择割谁的权利。我答应你们，会让这个家好起来，但在这之前可能会有些吵，你们忍一忍。好称。下官吴谦拜见裴青。来了，吴主簿不必多礼，坐。令侄顾长风真是个奇才啊！昨日穆家那小子来你们家了？是。令侄没吃亏吧？没吃亏，就是家里桌子坏了。桌子是小事，回头我让库房送一套黄花梨的便是，你看如何？黄花梨，那得是我多少年的……不，下官万万不敢。吴主宝，你是个聪明人，令侄现在做的事关乎很多人的性命，你要做的就是让他把这件事做完。顾长风不能出任何意外，你明白吗？线索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连上了，可这太顺了，顺得像一个精心准备好的答案。将军，你迟到了。我从军中大营过来，路远，你倒是来得早。我穆家人一言九鼎，我怕将军不来。你要的东西，多谢你。昨天说我和凶手做了一样的事，我想了一夜都没想明白。将军想不明白什么？凶手是为了脱罪，而我是为了找出真凶，我们目的不同，如何能是同路？将军，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以为凶手只是为了嫁祸令姐？难道不是？不，他真正的目的是将这盆脏水泼到兵部。不可能，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好处？将军，你还在想谁是凶手？可人家想的是如何利用这桩命案来扳倒他的政敌。他真正要引爆的是兵部这桶黑火，而令姐就是那枚火星。他算好了一切，算好了相爷的悲痛，你父亲的冲动，还有大理寺的无能。他布了一个完美的局，让所有人一步步走向深渊。只可惜他没算到我会开棺验尸。我该怎么做？告诉你父亲，让他什么都不要做，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安心的等着大理寺的消息。这不是坐以待毙吗？不，这是告诉那只暗处的老鼠，我们没有上钩，他的陷阱失效了，而我们只要等他着急犯错就行。将军，回去吧。你真正的战场不在沙场，而在兵部。这可怎么办啊？裴青送来的黄花梨的，这比要了我的命还难受啊！长风，这得值多少钱啊？咱们家把它卖了，是不是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叔母，这是大理寺卿送的，你敢卖，明天就有人上门抄家。这是京城最繁华的区域，但到了晚上，比居民区还要安静，连一只老鼠都没有，是天然的死角。而西市的陈三曾为东宫赶制一批器物，他木器铺所在的那条小巷，在凌晨是一个完美的无人区域，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西市陈三。叔父，我想让您帮我找一个西市的泼皮混混，要那种地头蛇，机灵但嘴巴又严实的。长风啊，咱们能不能换个法子？叔父在大理寺好歹也认识几个差役，差役的一举一动都代表大理寺，而我们要的是一条能钻进老鼠洞里的蛇，而不是一头会打草惊蛇的牛。可我上哪儿去找蛇啊？老吴，你忘了，你有个远房表舅家的三侄子，叫什么猴子的？不就是整天在西市码头上晃荡？你说三猴子，那小子的确油嘴滑舌的，可我哪有脸去使唤他呀？以前他都拿鼻孔看我的。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现在可是连玉成都能一句话掀翻的吴肘补。
你怕他？好，这事我来办。哟，这不是我那在大理寺当差的九品芝麻官吴表叔吗？什么风把您吹来了？三猴子，我找你是有正经事。正经事儿，表叔您可别吓唬我，您还能有事儿能找到我？我的亲叔叔哎，您这是？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10两。叔，您说吧，什么事儿？只要不掉脑袋，就算是去捅御史家的蜂窝，我也给您办了。不是捅蜂窝，是让你去下一份订单。你就是三猴子？是小人。我叔父都跟你说了。说了，去木器铺下订单，说是东宫要的。不够具体，记住，你要的是书架，样式要和上次送进东宫的那批一模一样，用料必须是丹心木，做工要加急，钱不是问题。还有，你去的时候要拿出宫里办事的气派来，而且还要不经意的透露出3点：第一，这批书架不是给太子殿下的，是给太子妃娘家那边添置的，所以这事儿办得有些急。就说相府那边出了事，最近风声紧，所以这批东西要悄悄送走。第三，你要无意中抱怨一句，就说上次送的书架有一个柜子的尺寸不对，若是再出错，便要拔了他的皮。听明白了。去吧，记住，回来告诉我陈三的第一反应，一点细节都不能漏掉。长风不是在查案啊，他是在用人心做饵，而整个京城都是他的鱼塘。老吴，你能不能别抖了？你看你那点出息，把灰都抖到我的宝贝桌子上了。你的宝贝？这哪是桌子，这是催命符。我总感觉脖子后面凉飕飕的。长风啊，万一那三猴子把咱们给卖了，可怎么办？叔父，你给他是15两银子，而他泄密要付出的是他的命。15两银子和1条命比，我相信他能算明白这笔账。顾先生，您不是人，您是神仙，活神仙啊！起来说话。小人照您的吩咐去了陈三的铺子，那孙子一开始拿我当叫花子打发，可等我把东宫2个字一亮，他的脸变得比翻书还快，又是端茶又是递水。我说相府出了事，让他加快工期，他的手抖得跟筛糠似的。没事，相府的事儿跟我们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最绝的是您教我的那句，我就不经意的抱怨那么一下，陈三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柜子？什么柜子？我从没给东宫做什么柜子啊！公公，您是不是记错了？您瞧瞧，他这是不打自招啊！他慌了，他以为是那晚藏东西的事露了馅。他后来还说了什么？他后来一个劲儿的跟我赌咒发誓，所有架子都是在刘公公的监督下完成的，绝对不会出错。他还想塞钱给我，我哪敢要啊？刘公公又是一个新人物，做得很好，这是你的报酬。顾先生，这钱我拿着。今天的事就烂在肚子里，你没见过我，也没去过陈三的铺子。是，小人明白，小人一定烂在肚子里。长风，那陈三就是凶手？不，他不是凶手，他只是一把钥匙，一把沾了点脏东西的钥匙。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让裴青现在去抓人？抓了他，线索就断了，那条真正的大鱼就再也钓不出来了。叔父，今晚我们就去拜访一下这位王木匠。长风，我怎么感觉背后有人跟着？那是风卷起了几片落叶。长风，我好像听见狗叫了，是不是巡城营的猎犬发现我们了？那是东头张屠夫家的阿黄饿了。长风，有鬼火！叔父，那是谁家姑娘晚上起来上茅房提的灯笼？这么晚还亮着灯，这个陈三果然心里有鬼。走吧，叔父，鱼儿已经撒下去了。现在我们只需要回家安稳的睡一觉，等那条大鱼送上门来。吴主簿，令侄那边可有进展？回禀裴青，一切尽在长风掌握之中，让他放手去做，大理寺会全力配合他。是。长风，喝碗汤解解暑。你跟叔母说句实话，这事儿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叔母，您钓过鱼吗？鱼竿动得太厉害，
鱼会受惊。我们昨天晚上就是那根冻得厉害的鱼竿，鱼已经惊了。那怎么办？鱼要跑了。鱼跑不了，钩子已经扎它嘴里了。但真正想吃鱼的人不是我们，而是放饵的渔夫。最着急的就是他，他怕鱼游到别的地方去。你的意思是会有人去找那陈三？一定会，而且就在今晚。顾先生，真让您给说着了，来了！说清楚啊，是谁来了？一辆马车就停在巷子口，车上下来一个穿着斗篷、戴着兜帽的人，看不清脸，可他那走路的姿势绝对是个公公。他进了陈三的铺子，进了，走的还是后门，跟做贼似的。我看得真真切切。长风，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要去抓人吗？不，我们不抓人，我们去送一份大礼。大礼？什么大礼？长风，你可别打我这桌子的主意，这可是能传家的。叔母就是要拿它去传家，我们现在就把大礼送到陈三的那儿去。你说什么？把这张桌子送给陈三？疯了！你一定是疯了！我们这不等于告诉所有人我们监视他了吗？那个太监还不立刻跑了？这不是打草惊蛇吗？不，我就是要打草惊蛇，但我要惊的不是蛇，而是那个躲在背后的养蛇人。那个刘公公为什么来？是因为他怕陈三把他供出来，所以他出宫就是来封口的。封口无非是两种手段，一是威逼利诱，让陈三闭嘴；二是杀人灭口，让他永远闭嘴。可我们现在抓人也没有证据啊，最多关他几天，然后呢，他背后的人就会彻底隐匿起来，线索就全断了。所以我们不能抓，我们要送礼。你想想看，如果是你在暗中密谋的时候，大理寺的人来送礼，送的还是大理寺卿亲赐的黄花梨木家具，你会怎么想？第一，我们大理寺盯着你呢；第二，我们不抓你是给吴长部面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把陈三当成了自己人。可谁去送？这么晚了，上哪儿找人去搬这么个大家伙？叔父，该您出马了。我？您现在就去大理寺，就说府上遭了贼，所以要把裴清赏的桌子寄放在老友家中。您需要几名差役帮您搬一趟。刺激，这辈子都没这么刺激过。就是这里。动静小点，别惊扰了其他人。谁呀？王老弟，是我吴谦，你吴大哥。王老弟，最近我府上不太平，裴清赏的宝贝放在家里实在不放心，想来想去，我就信你王老弟的手艺和人品。吴大哥，您这是？哎呀，王老弟，你怎么坐地上了？快起来，快起来！地上凉，都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东西都抬进去！王老弟，把你那堆破木头挪挪。鱼已经带着钩子游回去了。妥了，王老弟，这可是关系到咱们身家性命的宝贝，你可得给我看好了。好了，收工。完了，全完了。长风，那个黑衣人好像已经跑了。我看见了。那我们不就白忙活了？不，叔父，我们今晚只是来送信的。刚才那个人就是信。顾公子，那信上写了什么？写了陈三已经成了我的一把刀，随时可能刺向他的刀。那接下来呢？你们觉得养蛇人会怎么处理一条不听话的蛇？叔父，你明天照常去大理寺，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从现在开始，陈三需要有人24小时盯着。我要知道有谁会去见他，或者说有谁会去杀他。顾公子放心，我们一定会盯死他。一只苍蝇飞进去，我们都给您记下公母。先生有什么吩咐？你不用再盯着了。我需要你回到西市的阴沟去，替我听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吴主簿，裴青请您过去。吴主郎，昨夜休息的可好？回禀裴青，昨夜府上遭了贼，心里总是不安，劳裴青挂怀了。可有损失？倒也没丢什么，就是被吓得不轻，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呢。别废话，顾先生不是咱们能议论的，让你盯着，就给老子盯死了。头儿，这记下来，时间、样貌、特征都记下来。先生，打听到了，太子妃娘家最近确实在倒腾木料，他们买的全是顶级木材，说是要运回老家修祖宅。修祖宅需要从京城运木料？谁说不是呢？非得在京城买了运回去，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吴大人，顾公子，出事了，陈三的铺子走水了。是自杀了？不像，他脖子上有一圈指印的淤青，像是被人先掐晕了，再吊上去。他们为什么要留下这套家具？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咱们他们来过？不，这不是证据，这是一封战书。他们杀陈三是为了斩断线索，而这把火是想毁灭证据。但他们偏偏留下这套家具，是在向我们示威。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们知难而退，可惜他们留下了一个致命破绽。破绽？什么破绽？这桌子不就是留下来恶心咱们的吗？恶心咱们只是其一。叔父，您觉得这套家具重不重？废话，昨晚4个壮汉都累得跟狗似的。那凶手呢？他一个人如何把桌子搬到正中央？除非他有帮手。没错，而且是身强力壮的帮手。魏捕头，我想请你帮个忙。顾公子请讲。让兄弟们把桌子移开。这有什么问题？问题大了，这桌子是火着之后才搬过来的。说的不错，他们先放火再杀人，最后布置现场。可惜点不开过。那个乞丐，白天的乞丐是来望风的，是来确认铺子里没有埋伏的。把他画下来，所有细节都不要放过。我要这个人活的。是。叔父，这案子您得接下了。这不是大理寺的案子吗？我只是个主簿。从现在起，他不只是大理寺的案子，这案子裴坚扛不住，他需要有人在明面上替他把案子串起来，而您就是最好的人选。我这辈子没办过案子啊。没关系，您只需要把卷宗都摆到桌子上，然后该喝茶喝茶，该发呆发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先生，我总觉得宋家跟这个案子脱不了干系。当然脱不了干系，或许他做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大到需要用修一座祖宅的木料才能掩盖。三猴子，我需要去一趟宋家的祖宅，你就在外面好好看看。看什么？看他有没有冒烟。吴主簿真是辛苦了。王大人，不必多礼。本官听闻吴主簿将3案并查，实在是我辈楷模啊！李相丧子，穆将军爱女心切，此案就是权臣相争的利器。吴掌部，我都一定为你撑腰，想做什么便去做，定要将这朝堂上的污浊一扫而空。吴主簿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既然吴主簿胸有成竹，那本官就不打扰了。唉，这鱼儿当得也太他娘的吓人了。叔母，这根棍子像不像咱们这棵树的树枝？不像，咱们家的树哪有这么直的？再说了，这颜色黑不溜秋的，看着就硬，这要是打在人身上，骨头都得断。顾公子，让你说着了，我们问了丐帮的人，根本没人认识他。意料之中。魏捕头，你见过这样的拐杖吗？少见，这么直的硬木棍，倒像是练家子用的短棍。我需要知道这是什么木头。这光凭一幅画，怕是不好认。有了，我认识一个老木匠，京城里就没他不认识的木头。若老朽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铁华木。铁华木？对，这玩意儿比钢铁还硬，在京城里用处只有一个，用来做羽林卫的教场验武棍。有意思。魏捕头，把这张忠义把爪子付100份，贴满京城，就说他是杀人犯，悬赏白银500两。顾公子，不可，这会惊动羽林卫，到时候我就是要惊动他们。我要看看是他们来找我们，还是养蛇人把这根木棍也给烧了。吴主包，裴青有请。吴主包，我大理寺何时如此富有，用500两去悬赏一个乞丐？那个裴青，让他说。裴青，此举实属无奈。无奈？我看你是胆大包天，你用这500两银子反复的抽羽林镜的脸。你知不知道，今早羽林卫的指挥使派人来我这儿问话了。他问了什么？确实没问什么，反而对我恭恭敬敬的。他没问是因为他不敢问，或者说他背后的人不让他问。现在全城的人都在找那个乞丐，那个养蛇人会怎么做？他只有2个选择：第一，棋子被我们抓住，让我们有他的把柄；第二，灭口。你这是在赌，你在拿本官和你叔父的性命在赌。不，我不信赌，只信逻辑。养蛇人一定会选第2条路，因为棋子可以再找，他自己却只有1条命。所以你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他去杀人。我不抓他，我等着他来送礼。裴青，顾公子，
找到了，活的，死了，在臭水沟里发现的。那根木棍被人断成了2截，另一截塞进了他的嘴里，捅穿了喉咙。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我只是在计算人性。这2节木棍，一节插心口是为了让他立刻闭嘴，另一节塞嘴里，这是羞辱。他在告诉我，你们不是在找乞丐吗？我把他杀了，他不是羽林卫的士兵，只是一个卑贱的乞丐。裴青，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现在我们去看一看这份回礼吧。备马，另外把那个老木匠也一并带上。带他去做什么？一根木棍就能看出产地和用途，2折断棍自然也能看出折断它的是人还是野兽。裴青，我也要去吗？走吧，吴主弼，你不是鱼饵吗？鱼死了，饵自然也要去看看。魏捕头，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呢？是一个拾荒老头，吓得当场就报了官。把尸体抬上来。裴青，你看这里，这把有什么问题？问题很大。老人家，你再看看这2节的棍子。顾公子，老朽斗胆看了一下，这断口之处非同寻常。怎么个不寻常法？回大人的话，您看，这断口虽然参差不齐，但整体上却是一个平整的斜面，所以这不是被砸断，也不是被别断的，它是被人用手生生殴断的。而且有这本事的人，只能是军中汉族。指痕，凶手在这拗断木棍时，因为用力过猛，他的手指扣进了木头，留下了这3道划痕。我刚才就在想，这个伤疤是怎么？现在我大概知道了，凶手带了虎爪。你是说，凶手是禁军中的死士？我没有说，逻辑只能推得出可能性。这是什么意思？凶手杀人之后，还往他嘴里塞了颗金牙？这不是寻常的金牙，有何不同？你们看这里，王，姓王的多了去了，这能说明什么？这不是寻常的楷体字，是督察院专用的书立体。你是说金牙的主人是督察院的？不一定，但他告诉了我们3件事：第一，凶手能轻易弄到一颗督察院的金牙；第二，金牙就像一个标签，他在告诉我们，督察院里有他的人，而且这个人恐怕和这枚棋子一样，随时可以被舍弃，被当成下一个回礼送给我们。那第3点呢？第3，他为什么要留下一个王字？前几日是谁去了叔父那儿，说是要为他撑腰？王成，凶手在用金牙告诉我们，我们的每一步他都知道，我们和谁接触过，他也知道。姓王的就是我的下一颗棋子，你们敢动他？裴青，现在您明白这份回礼的含义了吗？他向我们发出了战书，他是在玩弄我们。顾长风，本官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我们该如何破局？既然他把王大人送到我们眼前，那我们就去会会。不是我们去，是叔父您去。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那个王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叔父，您现在是鱼饵，鱼饵的作用就是去钓鱼。可那是鲨鱼，会吃人的。别怕，不是让您和他斗智斗勇，而是去求助的。求助？没错，您就去哭，去诉苦，去卖惨，把大理寺的无能演到极致，然后无意中向他透露一个消息，就说最近的案件都与镇将军府有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怎么扯到了镇国将军府？这不是故意把水搅得更浑吗？对，我就是要搅浑这个水。王成不是一自诩清流，要扫除朝堂肮浊吗？现在我给他递一把刀，一把可以同时捅向穆将军和李宰相的刀，你猜他会怎么做？就这么办。无钱，下官在。此事就交给你了。你不是一直抱怨在大理寺只是一个小小主簿吗？本官给你一个机会，一个让你扳倒督察院2品大员的机会。办好了，本官重重有赏；办砸了，你去这条臭水沟里找个好位置。哟，这不是吴主簿吗？上次本官去看你，你还对本官爱答不理的，怎么今日屈尊来我这小地方了？王大人，救命啊！吴主官，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有话好好说。王大人，你要是不答应救我，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吴主官，你有什么委屈，跟本官说，本官一定为你做主。王大人，我快活不下去了呀！
此话怎讲？相爷要报仇，将军要翻案，裴青两头受气，就拿我们这些底下人撒气。那个乞丐就死在臭水沟里，肠子流了一地。吴主簿，这朝堂就是个吃人的地方，只是本官没想到，连裴青也如此不近人情。王大人，您是不知道啊，这案子又出变故了。哦，我那个侄儿顾长风又发现新线索了，可这个线索太吓人了。裴青当场就警告我那侄子，不许再查下去。什么线索啊？吴主报，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你放心，你说的每一个字，本官保证不说出去半句。我侄子发现陈三跟镇国将军有过秘密来往。什么？而且我侄子还推断陈三铺子的那把火是为了伪造证据。伪造什么证据？伪造陈三是自焚的假象。其实陈三是被人灭口的，而灭口的人是穆家派去。他们杀陈三是为了掩盖一个更大的秘密。什么秘密？陈三根本不是什么木匠，而是一个眼线，专门负责给军中打造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私造兵器，结党营私，意图谋反。好啊，吴主报，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你放心，这件事本官管定了。裴宣不敢查，我来查；他不敢管，我来管。本官一定要将穆家的罪行公之于众，还大钱一个朗朗乾坤。信了，信了，信得死死的。他现在可能在写弹劾穆将军的奏折了。他还给了我100两，让我以后给他提供证据。他这么闹，只会起到一个作用。什么作用？打草惊蛇。王成会像一条疯狗一样查穆家的所有人和事。他闹这么大的动静，那个藏在穆家的养蛇人会怎么样？他会慌，他会觉得我们在借督察院的手来敲山震虎。为了自保，他就必然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而我们就在等他动。可穆将军要是知道了，不得把咱们俩的皮给扒了？他不会知道的。顾长风，穆将军何事如此动怒？何事？王成像疯了一样，四处搜集我穆家的罪证。他说我父亲意图谋反，他还说陈三的死是我穆家下的手。我穆家为了配合你查案，自断手脚，成了砧板上的肉。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你拿我穆家当你的鱼饵？顾长风，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枪不够快？将军，你发泄完了吗？发泄完了，就请把枪从我的面前拿开。他挡着我看卷宗了。你，将军，杀了我很简单，但你穆家也就坐实了罪名，到时候都不用王成弹劾，你穆家就会被连根拔起。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很快就知道了，将军。回去告诉你父亲，让他做好准备。准备什么？准备开战。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王成就是一条疯狗，看到谁就咬谁，而养蛇人只会躲在背后看戏。所以这潭水还不够，我们要在潭水里再扔下一块巨石，一块能把所有人的巨石。什么巨石？将军，你回去将这张纸条交给你父亲，告诉我，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建议，他有选择的权利，但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好，今日是在下鲁莽了。长风，你到底给他写了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教他如何把水搅得更浑而已。哼，穆天成，你拥兵自重，迟早是我大钱的心腹大患。这次，看我如何将你连根拔起。谁？主任，事情都办妥了，王成短时间内不敢再轻举妄动。好，穆家那边有什么动静？我们查到穆云昭闯进了大理寺，和顾长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哦，结果呢？结果，穆云昭自己走了出来，虽然脸色不好看，但没有动手。有意思，他居然能让穆云昭都强行忍住，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既然王成这条狗废了，那我们就再给他找点事做，传我的命令下去。明天一早，我要在乱葬岗看到一具新的尸体，那个验木罐的老穆家。顾公子，有人刺杀老穆家，但被另一伙人给救了。有人去刺杀老穆将了！长风啊，这可怎么办啊？他们又想杀人灭口，这万一老穆将真出事了，王成也被吓破了胆，咱们这不是吓成一盘死棋了吗？谁说线索要断了？
这场失败的刺杀恰恰敌人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啊！他太急了，急就会犯错，我们只需要等着。等什么？等一只黄雀。欲破此局，必先入局。督察院状告将军府私造兵器，将军可将计就计，请陛下派钦差来查，如此方能引蛇出洞，清君侧，安社稷。好一个引蛇出洞！父亲，这能行吗？这个顾长风会不会是李江派来坑害我们的？他不是李章的人，李江只会用权术压人，用阳谋来害人的法子他想不出来。阳谋？对，阳谋。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暗处的敌人会继续逍遥法外，我们会一直处于被动的境地。可如果我们照他说的做了呢？我们主动要求自查，这是何等的坦荡！王成瞬间就成了一个笑话，而我们则可以借着自查，把军中怀疑的对象一颗一颗的拔出来。顾长风他不是在帮我们，他是在利用我们。好小子，好手段！将军，太子殿下派人传来口谕，太子听闻穆小姐受了委屈，特地送来一些安神的补礼，请将军和小姐宽心。父亲，这太子是什么意思？他在向我们示好？示好？明昭，你记不记得李景的凶案现场有东宫特有的丹心木屑？父亲，您的意思是？没错，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和东宫脱不了干系。他现在派人来，就是想看看我穆家会有什么反应。备马，我要进宫面圣。宣镇国大将军穆天成觐见。臣穆天成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穆爱卿平身。臣特来向陛下请罪。哦，爱卿何罪之有？督察院御史王成昨日上书弹劾于臣，其一，弹劾臣治家不严，纵女谋害宰相公子李景；其二，弹劾臣私造兵器，意图谋反。此事朕已交由大理寺详查，爱卿不必介怀。陛下，我穆家3代忠良，为国抛头颅洒热血，从无半句怨言。如今奸佞小人就想将我穆家钉在谋逆的耻辱桩上，臣不服。我北境30万将士不服。那依爱卿之看，当如何？臣恳请陛下立刻派遣钦差彻查我镇国将军府，不止将军府，所有与军方有关的一并彻查。若查出我穆家私造了一刀一枪，臣愿将这颗项上人头亲手奉上，以儆效尤。穆爱卿，你可知你的这番话意味着什么？臣知罪。不，你不是知罪，你是知君。传朕旨意，令大理寺卿裴宣为主审，御史大夫为监察，即日成立钦差纪队，彻查镇国将军府一案，所有部门全力配合，任何人胆敢阻拦，杀无赦。朕倒要看看，这朗朗乾坤之下，谁在忠心为国，又是谁在祸乱朝纲？长风，出大事了！叔父，何事如此惊慌？天塌下来了！穆天成他自请查办，把兵部武库全都搭进去了。哦，知道了。长风啊，这不会是你出的主意吧？叔父，您觉得穆老将军是傻子吗？哦，他当然不是。那不就得了？他不是傻子，却做了您眼中的傻事，这说明他看明白了这盘棋。什么棋呀？这棋盘都要被掀了！不掀棋盘，又怎么把那些暗处的老鼠一只一只赶出来呢？穆老将军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把所有的压力都扔给别人。扔给了谁？第一个是王成，第二个是宰相李纲，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那个藏在暗处的养蛇人。他看到穆天成摆这么大的阵仗，他一定会慌，会以为穆天成真的掌握了什么。为了自保，他肯定会着急，而他越着急，破绽就会越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只需要安安静静的看戏。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回殿下，镇国大将军穆天成他自请查办，他还请求陛下彻查兵部武库。废物，一群废物，杀一个老穆家，人都没杀成，结果却逼出了一头疯虎。好一个穆天成，好一个顾长风，这是阳谋，摆在台面上的阳谋。他把刀子递到父皇手里，请父皇来砍他。这么一来，王成那条狗就废了。本宫之前所有的布置，全都成了一个笑话。查到那个顾长风的底细了吗？此人是吴谦的远房侄子，只是个屡试不中的穷酸秀才，并无出奇之处。哼，穷酸秀才，一个穷酸秀才能有这等算计人心的手段，能让穆云昭那种二愣子都乖乖听话，能逼得本宫都暂避锋芒。给本宫继续查。是。江作剑那边都处理干净了吗？回陛下，所有相关的账目图纸都已经销毁，那些参与的工匠也处理妥当。处理妥当了，老穆讲，你们当初也说处理妥当了。殿下放心，这次绝不会再出任何利手。但愿如此。传我的命令，让兵部和武库的人都老实一点，
不要有任何小动作。穆天成不是要查吗？我们就给他一个真相，让羽林卫指挥使张贺当这个替死鬼，所有的罪名都给他安上。一个羽林卫指挥使的人头，这份礼够重了吧？殿下英明，去办吧，做得干净点。陈景云，裴青，此人有何不妥？不是不妥，是太妥了。他可是天子门市陛下的心腹，如今陛下把他派过来当副使，位在我之下，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陛下真正想用的人是你。我？没错，你一个白身，陛下却让你作为顾问随行查案。陈景云就是陛下的眼睛，把你查到的所有东西直接呈报给陛下。好小子，你现在可是圣上钦点的刀了，这把刀用好了，能斩断这京城的重重黑账。裴青，刀是杀人的，但也能救人。我只信奉逻辑，逻辑指向谁，我便查谁，无论他是将军、宰相还是太子。好，有你这句话，本官就陪你赌上这顶乌纱帽。启禀裴青，顾公子，宫里来人了，陈景云大人想要见顾公子。你就是顾长风？草民顾长风，见过陈大人。不必多礼，陛下让我来问你，这案子你打算从何查起？回大人，草民不查人，只查物。哦，查什么物？查一根木头和一颗牙。木头是杀死乞丐的铁滑木棍，牙是从乞丐嘴里的金牙。草民以为这两样东西就是破死局的钥匙。好，那第一站去哪儿？将作剑。桦木源自军中，虎爪手甲亦是军中利器，而打造这些东西的地方只有将作间。好，就去将作间，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大胆的狗贼敢在天子脚下私造兵器。顾长风，你这把刀果然够快，本官就喜欢快刀。下官刘成恭迎钦差大人。刘大人，起来吧。本官今日是来查案的，不知大人想查些什么，下官一定全力配合。把你们将作间近期的物料出入库账册、工匠名册、成品清单全都给本官搬上来。大人，将作间的账册乃是机密，按规定是不能外泄的。哼，怎么，刘大人是觉得本官这身钦差的官服是假的？下官不敢，下官这就去办。这么多账册，我们从何查起？不急，账册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刘大人，我只问你几个问题，你如实回答。是。第一，匠作剑里谁的手艺最好？回公子的话，若说木工手艺，当属鲁辉坊的钱老。钱老？对，钱开山，他祖上就是鲁班门的大师，不过他年纪大，已经不出山了，只带几个徒弟。把他所有徒弟的名单给我。是。第二个问题，近3个月，军器局可曾入库过一批铁滑木？铁滑木，这个下官不知，关乎入库的细节都是下面的人在办，犯官得查账。那就去查。我明明记得在另一本物料采买录里，王通在同一个时间段也请了假，这绝对不是巧合。找到了！什么找到了？回大人，铁滑木的记录找到了，在1个月前确实有一批铁滑木，但没有入我们的库，而是被羽林卫的校尉张贺提走了。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账册上写的清清楚楚，还有张贺将军的亲笔画押。好一个张贺，竟敢监守自盗，还敢嫁祸东宫！来人，立刻将张贺给本官。大人，且慢。顾公子，这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很大。刘大人，你刚才说这账册是从库房里找出来的？是的。库房阴暗潮湿，账册应该会有纸张发霉的味道，对吗？对。可这本账册，它非但没有霉味，反而有一股墨香。有人提前伪造了这本账册，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完美的证据。他想把祸水引到张贺身上，想让我们就此结案。刘成，你好大的胆子！冤枉啊，钦差大人，我冤枉啊！这账册确实是刚搬出来的。一个4品的匠作大臣，俸禄几何？1年120两。120两。刘大人，你这一身的行头怕是就不止了，单凭你的俸禄养得住你吗？有人给了你一大笔钱，让你准备好这本假账册，让你把我们引向张贺，而你的任务就是演好这个糊涂无能的匠作大臣。我说的对吗？我全都说，这账册确实是假的，是昨天深夜一个蒙面人送到我府上的，他给了我1000两，让我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到张贺将军身上，
他还说这是太子殿下的意思，若敢不从，就让我全家去乱葬岗团聚。带下去，严加看管。顾公子，现在该怎么办？线索又断了。谁说线索断了？敌人想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就偏不看什么。王通和赵四其实也是一个陷阱，如果我们顺着查下去，或许会是另一个他们找好替死鬼。那我们现在是查还是不查？查，当然要查。他既然给我们设了套，我们就钻进去。不过不是按照他设计好的路子走。你们看，李三是钱老木匠的得意门生，在这本考公录里，李三从不迟到早退。他不是有问题，他就是那个留下那3道划痕的人，隐藏在背后的那条毒蛇。来人，把这个李三给本官抓回来！大人，等等，现在去抓他，只会让他身后的人警觉。我们不能再打草惊蛇了。那该怎么办？我们以主顾的身份去会一会他。裴青，您府上是不是缺一套新的书架？缺，太缺了！我的书房正缺一套书架。听闻将作剑的鲁姑房手艺冠绝京城，本官正想去定做一套。哎呦，这不是裴大人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请进。李管事，不必多礼。我今日是来定做一套书架的。定做书架？那您可来对地方了。我们鲁公房个个都是好手，不知大人想要什么木料，什么样式？木料要最好的紫檀木，样式嘛，得找个手艺最好的师傅。大人好眼光，紫檀木可是木中之王，但要说手艺最好的，那自然李三师傅，他可是钱老的亲传弟子。我这就去把他叫来。上钩了。小的李三见过裴大人，见过公子。李师傅不必多礼，我家中需要一套书架，图纸我都画好了，想请李师傅参谋参谋。公子的图纸极为精巧，只是这个地方用纸榫怕是不够牢固，若是换成穿骚蟹，承重能增加3成。李师傅果然是行家。对了，李师傅，我听说你们还能做军中器具。公子说笑了，我们只做民用的家具，军中器械我们可不敢沾。是吗？可我听说前段时间你们不是还打造了一批虎爪吗？虎爪？公子，您肯定是听错了，小的连听都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吗？那铁华木呢？听说过，它比铁还硬，军器局偶尔会用。李师傅说的是。他在说谎。心理学里，普通人在回忆真实存在的事情时，眼球会习惯性的转向右上方，而他转向左上方。书架就交给李师傅了，定金我会让管家送来。公子慢走。长风，这就完了？这个李三没问题？他刚才在说谎。那我们现在就回去抓人？不，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那怎么办？等。我刚才故意糊图纸留在他那儿了。又等？那图纸有什么问题？问题很大。我画的毛总结构有一个致命缺陷，任何一个专业的木匠都能看出来。如果按照那个图纸去做，书架会在完工后自行散架。而我将这套书架交给李师傅了，你想想，他现在在想什么？他会以为这是你留给他的一个陷阱。没错，他现在一定坐立不安。他一慌，就必然去找那个背后之人。我们只需要在后面悄悄跟着，看看这条蛇会钻进哪个蛇洞里。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李三，而是他要去见的那个养蛇人。你们就远远着跟着就行，不要靠近。头儿，这李三该不会今晚不出来了吧？闭嘴！顾公子的判断不会错，耐心等着。跟上。这个混蛋比泥鳅还滑。头儿，他走了，他没见人，只是在墙里藏了个东西。藏东西？怎么办？头儿，要不要把东西拿出来？啊！顾公子，裴青，你们怎么来了？这么精彩的大戏，我们怎么能不来亲眼看看？长风，现在怎么办？等，还等？裴青，如果现在我们取走了那封信，就会打草惊蛇，知道我们已经盯上了李三，甚至找到了他们的联络点，他就会立刻切断所有的联系。到时候我们再想找到他就难如登天了。可我们如果不拿，怎么知道那信里写了什么？不重要，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到，无非就是他暴露了，他请求指示。重要的是，谁会来拿这封信？李三只是一条蛇，我们要做的不是抓住蛇，而是找到蛇窝。咚咚咚，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他要干什么？闭嘴！
裴青，您看他的手，他是伪装的。他进去了，要动手吗？等。跟上他。大爷，这么晚了还没歇着，来碗馄饨暖暖身子。好啊，今儿个天可真冷啊，我这手都快冻僵了。可不是嘛，这鬼天气，生意也不好做。好家伙，这简直是天衣无缝。这个对手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缠啊！他们不仅分工明确，而且极度专业。分头跟。顾公子，裴青，这都快天亮了，里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们会不会已经跑了？不会，我观察过了，这宅子没有别的出口，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据点。那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在商量怎么对付我们。长风，我们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天一亮就瞒不住了。好一个顾长风，竟然敢把主意打到本宫的头上！哼，他以为设下一个小小的陷阱就能让本宫自乱阵脚吗？天真！传我的命令，让他李三就按照那张图纸做。殿下，这万万不可！如果真的照着做，舒家必然会散架，到时候裴宣追究起来，李三他必死无疑啊！蠢货，你以为本宫不知道吗？顾长风不是以为他很高明吗？他设下这个陷阱，想逼得李三向我们求救，从而暴露我们的联络渠道。他的算盘打得确实不错，只可惜他算错了一点，宫也会下棋。可我们让他照着做，不正是中了他的计吗？中计？不，这是将计就计。如果裴宣找李三的麻烦，到时候李直只需要说一句话，就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哪句话？大人，小的只是一个工匠，是按照公子您给的图纸原封不动的做出来的，小的不敢擅自改动。你听听，这话说的有没有道理？殿下英明。所以你现在要把我的命令原封不动的传达给李三。从现在起，他就是一个本分老实的工匠，他的任务就是把书架做好，不要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如果顾长风和裴宣去找他，他只要咬定自己只是个听吩咐办事的，客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越是蠢，我们就越安全，顾长风就输得越惨。是，奴才明白了。等等，光是这还不够。殿下还有何吩咐？去找个能接触到大理寺的人，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就说鲁国坊的李三接了裴大人的活，对那位顾公子的图纸赞不绝口，要打造出一件传世精品。我们要让整个京城都对他那书架充满期待，到时候书架一散，他摔的才会更响更惨。奴才这就去办。顾长风，本宫倒要看看你这把父皇钦点的刀到底有多快，是能伤到本宫，还是会不小心把自己给玩死。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太子疯了吗？他不知道那图纸有问题？不，他知道。顾公子，太子他把您的计策全都看穿了，他是想将计就计，还想让人捧杀您。长风，这下麻烦了，我们的计策被他看穿了，他现在反过来给我们设了个套，我们又该如何是好啊？裴青，您不觉得这盘棋越来越有意思了吗？有意思？我们都快被人装进套子里了，这还有意思？他以为他看穿了我的计策，所以他现在很得意。他以为他已经是棋手了，但他不知道，从始至终，他都只是一颗比较大的棋子而已。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不如现在就冲进去把他拿下，人赃并获。不，现在冲进去抓他们，他们会承认吗？太子可以说来探望一个臣子，蒙面人会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到自己身上。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到时候我们不仅扳不倒他，反而会落一个构陷储君的罪名。那你说怎么办？哼，很简单，他不是要将计就计吗？那我们就再将计就计。天快亮了，我们该回去了。回去？就这么算了？当然不是，我们是回去等他送另一份大礼。他不是要派人散播消息吗？那我们就帮他一把，让这个消息传得更快更广。长风，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这么做不是正中了他的下怀吗？到时候你的脸往哪儿搁？我的脸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书架上的时候，那条毒蛇才会觉得自己安全了。到那时，他才会露出最致命的破绽。听说了吗？大理寺那个神探顾公子，
亲自画了一套书架的图纸，要给裴宣裴大人做家具。真的假的？他不是个书生吗？还会木工活？何止是会，听说那图纸连鲁瓜房的老师傅看了都惊为天人，说是前所未见。长风啊，我的亲侄子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现在所有人都等着看你那套书架，到时候那玩意儿一散架，咱们不就身败名裂了？叔父，稍安勿躁，茶凉了，再续一杯。还喝茶？我这心都快烧成灰了。你跟我说实话，你之后想怎么收场？为什么要收场啊？叔父，您想一想，现在太子是不是觉得他的计策已经成功了？是啊，他现在估计在东宫偷着乐呢。他是不是觉得我顾长风已经是一个不足为虑的蠢货了？是啊。那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李三。没错，我这个威胁一解除，李三就变成了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棋子，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已经暴露在我们的视线里的人。你觉得太子会怎么处理他？他会杀人灭口。bingo， 他一定会杀人灭口，因为只有死人才能永远保守秘密。可光是让他动杀心还不够，我们得再给他加一把火。不会又要我去冒险吧？叔父，又要辛苦您一趟了。你又要我去？没错，您上次去督察院不是认识了一个嘴巴不严的小丽吗？您这次还是去找她，您就装作不经意间告诉她，我们经过研究发现，虎爪上沾染了只有军器局才会使用的淬火油，而最近只有李三领取过。您要表现得既兴奋又害怕，这样才能让人相信。长风，你这是在借刀杀人啊！叔父，这不是借刀杀人，这是引蛇出洞。太子以为自己是猎人，那我们就把自己伪装成最肥美的猎物，引诱他从黑暗里走出来，对他发动致命一击。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他再也无法抵赖。去吧，叔父，这是最后一环了。只要这一环成功了，这盘棋我们就赢了。废物，一群废物！顾长风，又是顾长风，他怎么敢的？本宫已经设下了书架之计，他马上就要身败名裂了，他为什么还在查？他从哪里查到的淬火油？殿下息怒，这也许是顾长风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想炸我们呢。假消息？你觉得都到这个时候了，本宫还敢赌吗？传令下去，让尹六动手。本宫不想在明天太阳升起时看到李三还活着，让他做得干净点儿，伪装成一场失火意外。是。顾长风，都是你逼我的，你毁了本宫的棋局，那本宫就只能掀了这张棋盘。动手！你好，尹六，我们终于见面了。说吧，你的主子是谁？为什么要杀李三？哼，不说是吧？我倒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这烙铁硬。等等，裴青，陈大人，对付这种人，酷刑是没用的。他们从被选中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说的对吗？你自己的命可以不在乎，可你那唯一的亲妹妹呢？你怎么会知道？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她的位置，我知道她过得并不好。你的主子并没有好好照顾她，只是把她当成控制你的最后胆牌。你想想，你现在被我们抓了，你的主子会怎么对你妹妹？你想要我做什么？很简单，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你的主子是谁？你们的组织有多少人？你们的据点在哪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只要你说了，我保证我们会把你妹妹救出来，让她平平安安的过完下半辈子。可如果你选择顽抗到底，我们会把你被捕的消息传出去，到时候你的主子会怎么做？我想
你比我更清楚。好，我说，我全都说。主谋就是太子李宾言，而我是影子部队的统领之一。李景的案子也是太子一手策划的，为了挑起宰相李圭和镇国将军穆天成的争斗，为登基扫清障碍。够了，长风，现在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们是奉皇命查案的钦差，逻辑指向谁，我们就查谁。现在证据都指向了太子，那我们就把这份证据原封不动地呈给能做决断的人。陈大人，这是你的职责。我明白了，裴青。顾公子，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我现在立刻进宫面圣。除了李三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棋子？是谁？将作大臣刘成。陈景云，叩见陛下。臣查到了一些大逆不道之事，不敢擅专，特来请陛下圣裁。起来说话，朕让你起来。臣不敢。陈景云，臣在。这份供词除了你们三人，还有谁知道？回陛下，此事只有臣、大理寺卿裴宣以及顾问顾长风三人知晓。顾长风，他似乎总能给朕带来一些惊喜。陈景云，这些证词你信吗？朕问你，信还是不信？臣信。朕也信朕的儿子，朕自己清楚。他从小就聪明，也很有野心。朕以为他会是一个合格的主君，只可惜他的聪明用错了地方，他的野心也太大了，大到连我这个父亲都容不下了。他以为他做的那些事很隐秘，朕都不知道，但他太小看朕了，也太高估自己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啊！这份供词就烂在你的肚子里。从今天起，没有太子谋逆，只有一桩尚未查明的凶杀案。陛下，这万万不可啊！太子这是在挖我大钱的根基，若不严惩，他日必成心腹大患。严惩？怎么严惩？废除太子，还是杀了他？太子是国本，国本不能轻易动摇，至少现在不能。既然他想玩，那朕就陪他玩玩。朕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经营的一切是如何化为乌有的。你回去让顾长风继续查，他想查谁就查谁，逻辑指向谁就把谁揪出来。但在朕没有下旨之前，不得指向东宫。臣遵旨。去吧，让那两个老家伙也别闲着。李刚的儿子死了，他这个当爹的总得做点什么。穆天成的女儿被构陷，他这个当将军的也不能白白受气。告诉他们，朕等着看戏。臣告退。来人，传朕的口谕。陛下，宣将作大臣刘成、户部侍郎王简斌、兵部主事孙志立刻进宫。朕要在天亮前见到他们。奴才遵旨。长风啊，你说陛下会怎么处置？不知道。我再问你几个问题。你说，你上面还有没有人了？殿下身边还有一个总管，我们都叫他鬼面，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所有的命令都由他传达给我们。鬼面？那你们倒卖军械所得的银洋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账房，此人代号算盘。他在哪儿？我不知道。算盘和鬼面是殿下最核心的机密，我们这些倒没资格知道。刘成是怎么被你们拉下水的？他都不用拉，他自己就不是什么干净东西，贪财好色。我们只是给了他一个价钱和一个威胁，他就乖乖臣服。他为你们做了什么？很多见不得光的兵器、图纸都出自他手，还有军械的倒卖，也需要他在账目上做手脚。比如虎爪手甲，图纸是殿下亲手画的，材料是刘成提供的，打造是李三动的手。裴青，如果现在查刘成，能查出东西来吗？难。刘成是将作大臣，没有陛下的旨意，我们钦差务队也不能随意去抄家。陛下有旨。陛下怎么说？陛下说这案子得继续查。什么？陛下还说逻辑指向谁就把谁揪出来，但是任何事不得指向东宫。皇帝不是要包庇太子，他要亲手把太子所有的爪牙都拔掉，然后再来对付那条被拔光了牙的毒蛇。陛下还传了一道口谕，命钦差卫队即刻查封将作监，缉拿将大作大臣刘成，并查抄其府邸，所有人犯交由钦差卫队审理，任何人不得干涉。这真是太好了！长风，你不是想查刘成吗？现在可以了，
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抄了他的家。陛下是不是还宣了其他人？啊，你怎么知道？我猜的，一个流程的分量还不够。皇帝这第一刀既然砍下来了，就绝不会只砍一个人。你猜的没错，陛下还宣了户部侍郎王承斌和兵部主事孙志。好手段！陈大人，裴青，我们不能再等了。皇帝给了我们刀，我们就要用好这把刀。陛下要看戏，我们就演一场足够精彩的大戏。传令下去，召集所有人手，目标降坐大臣府。开门！钦差卫队办案。开门！谁呀？大半夜的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钦差卫队，所有人不许动，待在原地。胆敢反抗者，格杀勿论。谁敢在我的府上撒野？反了，都反了！裴大人，陈大人，二位大人，这是何意？可是有什么要案需要下官配合？哼，降坐大臣刘成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降坐大臣刘成贪赃枉法，玩忽职守，证据确凿，罪大恶极，着即刻革去其官职，打入天牢。钦此。不可能，这是假的！你们这是污蔑！我要见陛下，我要见太子殿下！哼，还敢提太子？刘成，你死到临头还不自知！把他给我拿下，打入囚车，押送天牢。冤枉啊！我冤枉！二位大人，我们该干活了。好。这个狗官，他一个4品官1年的俸禄不过120两，他从哪儿来的这么多钱？这些钱都沾着我大钱将士的血。顾公子，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最安全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钱庄人多眼杂，他也不会藏在府里的密室，因为一旦被抄家，密室是第一个被搜查的地方。他会把罪证藏在一个所有人都看得到，但所有人都不会怀疑的地方。魏捕头，把这张桌子抬开。是。这就是这儿，把这块石板撬开。啊，下面有东西。宣德3年秋，出京铁5000斤，由西山转北营，入账方黄金3000两。宣德4年春，出军用强弩500丈，由流转搭甲，入账白银10万两。东家。毫无疑问就是东宫了，这个刘成简直是罪该万死！魏捕头，把这个箱子。以查治理3，属下无奈以淬火油之事诱其入屋，欲借书架计使其身败名裂。然此子狡猾，竟反杀引诱，属下刘成夜不能寐，恳请大人指示下一步。户部王平、兵部孙志2人恐已被大理寺盯上，是否需要一并处理？二位大人，看来我们今晚的行动还是慢了一点。太子已经准备要杀人灭口了，而且一杀就是2个。王承炳、孙志，不好！今晚正好宣召了他们2人进宫，快，立刻派人去保护他们！来不及了，从这里到皇宫最快也要半个时辰，而杀一个人只需要1瞬间。现在我们只能赌太子的人还没下手。陈大人、裴青，我们必须立刻进宫。我们现在是在跟阎王爷抢人。陈大人，使我腰牌调动城防营巡逻队，封锁所有通往皇宫的必经之路，只许进，不许出。来不及封锁了。杀手从不走大路，他们会选择最狭窄的地方动手。找到了，就是这里。皇城东华门外的乌衣巷，所有官员为求进便都会经过这里。巷子狭窄，仅容1辆马车通过，那是天然的屠宰场。魏明，你带一半人从乌衣巷南口堵截，要快。裴青、陈大人，我们3个带另一半人从裴口包抄。太子的杀手都是精锐，我们不仅要救人，还要活戳。走。进了。不好！一个不留！王大人，王大人，你怎么样？孙大人他……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账房，此人代号算盘。孙志在临死前留下的，居然是那个最神秘的钱袋子的代号。
他用自己的命送来了下一个突破口。长风，孙志他，孙志死了，但他死得很有价值。裴青、陈大人，你们看，我们的对手在杀人灭口，而我们的同僚在用命传递消息。这场仗从现在起才算真正开始。裴大人，不好了，陛下在宫里也遇刺了。你说什么？陛下遇刺，何时何地？龙体如何？就在刚才，陛下在御书房召见王孙二位大人，刺客从房梁上扑杀而下，幸得羽林卫指挥使张贺大人拼死护驾，为陛下生生挨了一剑，刺客一击不成，当场服毒自尽。陛下龙体无恙，只是受了惊。裴青、陈大人，我们都被骗了。什么？从头到尾，乌衣巷这里都只是一个幌子，这些都是弃子，真正的杀招不在此处。你的意思是，宫里那个才是真正的目标？不，宫里那个也不是目标，从始至终就没人想杀皇帝。这是一场戏，一场由太子导演，甚至由陛下亲自参与的双簧。为什么？陛下为何要这么做？为了一个理由。你们试想一下，如果今晚指王承斌和孙志在宫外被杀，朝臣会如何看？只会是党争仇杀。可现在皇帝也遇刺，这意味着这不是谋逆。至此，陛下便可名正言顺让我们清洗朝堂，任何阻拦者都会被扣上逆党的帽子。到时候谁还敢多说一个字？那孙志的死，孙志必须死，只有死人了，才能将这出戏唱到高潮。至于羽林卫指挥使张贺，他替陛下挡下致命一剑，是泼天的功劳，足以将他洗得干干净净，一石四鸟。一场刺杀清理了太多的脏手套，既扫平了舆论，还保全了自己的军中力量。最重要的一点，他还借此向皇帝认错。那我们现在进宫，大戏已经开锣，我们这些唱主角的再不登台，就说不过去了。逆党行此滔天罪行，罪不容诛。裴宣、陈景云，臣在。朕给你们的权力不变，钦差卫队扩编1倍，京城兵马皆由尔等调遣。朕要你们把这群藏在阴沟里的老鼠全都给朕揪出来，无论查到谁，无论其官居何位，身世几何，先斩后奏。臣遵旨。杜长风，草民在。你很好，临危不乱，洞若观火，朕没有看错你。此案你接下来有何打算？回陛下，草民以为当务之急有3件事：其一，审江作大臣刘成，顺着他们能挖出更多的信息；其二，救户部侍郎王承炳，他是目前唯一一个人证；其三，查钱，任何组织都离不开钱，逆党背后必然有一个庞大的地下钱庄网络。兵部主事孙志临死前为草民留下了线索，草民斗胆猜测，这便是逆党钱袋子的代号。只要找到他，便可一举斩断逆党的财路。届时，他们就是一群纸老虎。皇帝认得查钱，这件事朕便全权交由你。你需要什么，朕便给你什么。朕只有一个要求，把这个算盘挖出来。草民遵旨。裴青陈大人，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分头行动。陈大人，请您调集御保保住王承斌的性命。裴青，您回大理寺亲自坐镇，连夜审讯刘成。那我呢？你跟我去抄一个人的家。谁？孙志。什么？孙大人他不是自己人吗？他刚刚才……正因他是自己人，所以才更要抄。孙志能接触到算盘，证明他在太子集团的层级绝不低。他必然有他递给太子的投名状，那些东西就是死证，也是他关键时刻保命的暗身符，所以他一定会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他的家。好，就这么办。殿下，无一相败了，王承斌被救，孙志自尽，尸身落入大理寺之手，张贺重伤，刺客当场毙命。知道了。顾长风已得陛下授意，他接下来要查算盘。哦，他想查便让他查，你怕了？属下只是担心算盘知道的太多，他若被擒，我们满盘皆输。满盘皆输？从父皇让顾长风查案的那一刻起，不就已经输了吗？你真以为我今夜费尽心机是为了杀人灭口，为了断尾调生？不，我是为了试探父皇，试探他对我究竟还剩下几分父子之情，试探他想将我逼到何种地步。结果我看到了，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他只想看戏，看我如何被他的刀凌迟。所以我们不能再等了。既然顾长风想查钱，我们就给他一个查钱的地方。他不是对刘成的账子很感兴趣吗？你派人将刘成的另一本账子透露给大理寺。另一本账子？对，一本假的账子，一本记录着我与李刚和穆天成私下里有着巨额资金往来的假账，一本足以证明我们三方结盟，意图颠覆大钱江山的体证。这盘棋从现在起，该由我们来落子了。鬼面，属下在。传令算盘，让他准备启动惊蛰计划。大理寺办案，奉钦差之命前来查封。查封？
我们家老爷刚惨死在逆贼手里，你们怎么能这样落井下石？孙夫人，我们并非来为难你们，我们来是取一些孙大人的东西，一些能为他报仇雪恨的东西。顾公子，这什么都没有。这孙志莫非真是个两袖清风的忠臣？越是清廉，问题才越大。这口井，来人下井！头，井壁有暗格。将作大臣刘成，牵线人鬼面。这些不完整的符号是接头的暗号，地址是太子的地下钱庄网络。顾公子，这些，这是送太子上路的投名状。收队。是。你爹是个英雄。我全都说，都是太子殿下逼我的。说点我们不知道的，比如鬼面是谁？鬼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我只见过他一次，他戴着面具。裴青，有个乞丐送来一个包裹，说里面是关于刘成大人的秘密。东宫初，纹银20万两，宰相里。这怎么可能？太子竟与宰相镇国将军勾结，是我的，这就是我的账册。裴大人，我招了，我全都招了，我愿意当污点证人。出事了，天塌下来了，看看这个，怎么样？这上面写的如果是真的，假的，假的。刘成亲口承认这是他的账册，他当然会承认，因为这本账册是他唯一的活路。只有把水搅浑，他这条小鱼就显得不那么起眼了。说不定还能当个污点证人，从死罪变成有功，保住狗命。可这东西是哪来的？一个乞丐送来的，太诡异了。有人故意把这块淬了剧毒的肉送到我们嘴边，是太子，这是他的反击。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防守已经无用，所以他选择进攻。他强行把宰相和将军绑上他的战车。裴青，他不是在为难我们，他是在将军里将皇帝的军。这本账册如果呈给陛下，陛下肯定不信，但他能说这是假的吗？不能。否则就是公然包庇宰相与将军，那陛下能下令彻查吗？他更不能查宰相，动摇国本；查将军，边境兵变。所以这本账册就是陛下的催命符。太子就是要逼着陛下选择，是继续牺牲他这个儿子，还是为了他向宰相和将军开刀？那我们等。对，等。太子把我们和陛下都变成了他的棋子，可他不知道我们手上还有一张王牌。他想用假账册来转移所有人的视线，那我们就将计就计。裴青，您现在拿着这本假账册去面圣。对，您去，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你要表现得忧心忡忡，把这烫手山芋踢还给陛下。然后呢？陛下会下令让您彻查，他会演一场震怒的大戏给满朝文武看，而我们就借着这场大戏做我们该做的事。他不是喜欢玩火吗？那我就釜底抽薪，在一夜之间把他的钱袋子掏得一干二净。好，就听你的，本官今天就舍了这身官袍，陪你疯一次。京城要变天了。公子，人手已就位，随时可以动手。不急，我们的敌人不是掌柜，也不是老板，而是算盘。他一定有自己的预警之法，只要我们动了一个点，所有据点都会收到消息。届时钱财转移，账册销毁，我们冲进去，面对的只会是一堆废纸和几个装疯卖傻的伙计。所以机会只有一次，必须同一瞬间全部拿下，或者切断他们之间的通信。信鸽、暗号都不是，这是他们的信息高速路，通过水道传递消息，比信鸽更隐秘，比快马更迅捷。想要切断联络，就要先让这条路变成死路。京城水道如同织网，我们的人不熟，我们不熟，但这座城里的老鼠很熟。丐帮。大人，但凭吩咐，小的给您当牛做马。我不要你当牛做马，我要你和你的人帮我堵住京城的下水道，让一只老鼠都爬不出来。大人放心，这活我们丐帮接了。公子，一切就绪。动手。
你好，算盘，我们终于见面了。废物，通通都是废物！13个据点，一夜之间全都被端了。谁能告诉本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看穿了我们的计策，他利用假账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然后集结全部力量，对我们的钱庄发动了雷霆一击。够了！他甚至策反了丐帮，斩断了我们所有的预警。殿下，事已至此，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必须启动惊蛰计划。只要控制京城9门，掌控宫中禁军，逼陛下退位。闭嘴！惊蛰计划，控制京城，逼宫退位，这真的是本宫的计划吗？还是你的计划？殿下，您这是何意？哈哈，何意？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他的人？殿下，您累了，算盘已被生擒，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顾长风很快就会找上门，我们没有退路了。启动惊蛰吧，殿下！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成则君临天下，败亦不过一死而已。好，启动惊蛰。钱先生不尝尝这点心？京城最有名的福满楼，我特意差人去买的。不必了，顾公子有话，但说无妨。死前做个饱死鬼也算福气。钱先生，你误会了，我今日是来与你做一笔交易。交易？我的一切不都已落入你手了吗？你还有一样东西我没有，你的命。只要你把一切原原本本告诉我，我保证一个新身份，把你送去一个谁也寻不到的地方。顾公子不必白费心机了。你以为我钱三多便已是死人？我用我一人死，让家人得到一笔丰厚抚恤，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你说的家人是你在江南老家的妻儿？你怎么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当真以为自己藏得天衣无缝？你儿子今年8岁，在私塾念书；你女儿6岁，神似其母，活泼可爱。你想做什么？我不想做什么，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你以为太子真的会善待他们？你死了，就成了一个知道很多秘密的死人，而你的家人就成了这个死人而活秘密。你觉得太子会给留下这么大的隐患？他只会斩草除根，让他们从这个世上彻底消失。这笔账你再算算，还划算吗？不可能，殿下不会这么做的。是吗？那你告诉我，孙志是如何死的？王承品又如何险些丧命？他们为太子办的事还少吗？你觉得你比他们更重要？钱先生，你是聪明人，我再给你算最后一笔账。不开口，不开口，你们一家人黄泉路上团聚。等等，我全都说。惊蛰计划是太子殿下和鬼面大人共同制定的最终复案，计划分3步。第1步，春雷，在朝堂制造混乱，挑起文武润雨，待朝局糜烂，太子殿下以储君之尊出面，建立无人可及的威望。第3步，惊蛰，一旦时机成熟，由羽林卫指挥使张贺控制工程，收买的9门提督封锁京城，以雷霆之势完成对京城的全面军事控制。空交大营你们也有人？有，京郊大营副都统王莽，他由鬼面大人亲自策反，每年我们都给他拨50万两军饷，用于收买军心，豢养死士。鬼面？你见过鬼面的真面目吗？鬼面大人行事滴水不漏，所有接触皆是密信。我只知他是殿下最信任的人，我们资金的流向只有他一人知晓，连我都无权过问。最终的流向，每年都有巨大的资金从账上划走，这笔钱不知去向。我曾斗胆问过一次，鬼面大人说这笔钱是用来买保险的。保险？他说这笔钱是我们最后的退路。流向了哪里？不知，账目上只记了出关。出关？对，从山海关流出去，流向辽东。太子居然和关外的女真人有资金往来，这是引狼入室。太子不是在买保险，而是给自己找一个强大的外援，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钱三多，你立了大功，不仅救了你自己的命，也救了整个大钱。最后一个问题，鬼面在与你传递消息时，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习惯，或者说特殊的符号？符号？好像有。鬼面大人在密信末尾画押时，会画一个很小的符号。他说那是他的私人印记。鬼面不是一个人，而是2个人，一个是太子身边的影子总管，而另一个是孙志，是皇帝的卧底。陛下，顾公子求见。让他进来。你都知道了。是，孙志是您的人，鬼面也是您的人。从太子所有的行动开始，都在您的掌控之中，您什么都知道。你比朕想象的还要聪明，朕没有选错人。所以，
这一切都是您布的局，是您诱导他走上这条不轨之路。您甚至默许他联系关外的女真人，您到底想做什么？难道不怕他引狼入室，让整个大前陷入战火？朕当然怕，朕比谁都怕这江山在朕手里出乱子，所以朕才要在他还未成气候之前将他连根拔起。女真人在我大前境内安插的所有奸细和据点，这些年他们在不断的扩张，他们渗透了我们的几乎所有命脉。所以，您利用了太子，默许太子和他们接触，让太子成为那个最大的中间商。您从头到尾都不是想查太子谋逆，而借查太子的名义，将女人人在我大前的财富一网打尽，用您儿子的罪来换大前边境未来数十年的安宁。是，朕的儿子若有你一半头脑，朕也不至于如此大费周章。太子他守不住这江山，与其等他将来被女真人玩弄于股掌，不如现在用他这块废料为大前做最后一点贡献。那孙志呢？他也是您计划中的牺牲体吗？他是朕的手足，朕对不起他。现在棋局到了收官之时，顾长风，朕需要你为朕落下最后一笔。您说，朕要你查抄太子府，拿着钱三多的贡具和那本通敌叛国的名字，朕要废黜太子。你来了，本宫等你很久了。我7岁那年，武帝因为偷看兵部造纸，被父皇亲手打断了腿，送去了皇陵。父皇把我叫到御书房，罚我跪在窗边看了一整夜的星辰，直到天亮。他还说，君王就是寒风中的一把刀，刀出必见血。哪怕是他的儿子，他把天下最锋利的刀交到我的手上，可他忘了，一个孩子拿着太锋利的刀，最先割伤的永远是自己。他越是把江山社稷的重量压在我身上，我越是恐惧。我怕做得不够好，怕辜负他的期望，怕我会成为下一个武帝。所以我开始抓权敛财，开始培植我自己的势力。顾长风，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我不是想谋反，我只是想有自保的本钱，我只是想告诉他父皇，你的儿子没有你想的那么弱小，我也能成为一把利刃。我也只是想被父皇认可。你错了，勾结女真不是自保，那是取死。女真，原来如此！我从来都不信那些关外蛮子，是鬼面告诉我那是我最后的退路。他说草原上的狼贪婪又愚蠢，只要给足了钱就能当狗用。事成之后再一脚踢开便是。我真是个傻子，我以为鬼面是我最锋利的刀，原来他从头到尾都是父皇的棋子，是他亲手给我递来了这杯酒，而我一饮而尽。你比我聪明，比我狠。父皇选你这把刀，选对了。我只有一个请求，说，让我留在这东宫，我不想再看见他了，永远也不想。陛下，以下旨：从今日起，东宫内外尽属封禁，无诏，任何人不得出入。多谢。都结束了，结束了。他都与你说了，是不是觉得朕狠心？草民不敢。朕问的不是敢不敢，朕问的是是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你呀，什么都懂，什么都看得太透了。呵呵，这样活着很累吧？从今日起，你便是鸿胪司主簿，官居8品。草民谢陛下隆恩。你不问朕为何？陛下自有深意。好一个自有深意！你这把刀太过锋利，也太过招摇。朕把你放进清水衙门，是保你的命。鸿胪寺便是你的学堂。朕要你去看懂人心，更要看懂国与国之间的人心。朕要你在那里多看多想，顺便等一些人来。草民愚钝。不，你懂。你借太子之手斩断了女真经营数十年的所有血脉，这等于生生剜下了他大块肉。你觉他会善罢甘休吗？他们会来。当然，他们不仅会来，而且已经在路上了。他们会以商队无故被劫掠为由，派遣使者前来我大前问罪。而你，顾长风，将作为朕的代表接待这支使团。朕要你寸步不让，更要你给朕挖出他们真正的图谋。这才是朕给你这把刀准备的真正的战场。臣领旨。去吧。他们最多还有半个月就会到京城，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回来了。我儿子的死是陛下的手笔，对吗？那时候我的妻子与穆天成的妻子同时有了身孕，若我两家生的是一男一女，他便亲自为我们说明。谁能想到，当年的太子和怀王为了争皇位斗得你死我活，京城里血流成河，民不聊生。后来先帝突然暴毙于宫中，我与穆天成别无选择，为了这天下百姓，我们冒死起兵。那一夜，我们以这800人将太子和藩王尽数伏杀，血3天3夜都冲不干净。原来这君臣3人竟是以此开启了这个时代。陛下是个好皇帝，他让大钱有了10几年的安稳，而我虽位极人臣，做的却是个裱糊匠的活。这大钱就像四处漏风的破屋子，我每日就东边的补一，西补一层，勉强维持着它不倒，却始终没有勇气推倒重建。相爷，您就是那个舀水的人。可这窟窿越来越大，涌进来的水越来越多，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咬不多久？这艘破船真的还能撑到靠岸的那一天吗？能不能靠岸，不取决于舀水的人，而取决于掌舵的人。陛下从未想过只靠修修补补，他要换掉整艘船的颅骨。而相爷您要做的就是撑到那一刻。至于我，陛下已把我这颗石子扔进了鸿胪寺，或许是让我去船外面看看那片海有多深。鸿胪寺，放手去做，背后有我。新来的，名讳何处调任？顾长风奉陛下旨意，任鸿胪寺主簿。顾长风，原来是顾主簿。失敬，公房在西边最里头，自己过去。至于差事，五部嘛，无非是抄录卷宗，待着便是。新来的，下官顾长风见过郑大人。鸿胪寺是个好地方，俸禄不少，差事不多。能来这儿的分2种人，一种是来这儿等死的，一种是来这儿避祸的。年轻人，你属于哪一种？下官是来学东西的。学东西？这里除了尘埃，还能学什么？学尘埃。尘埃？尘埃会下沉。我想看看这满屋的尘埃下面究竟埋着多少秘密。你想看卷宗？是，下官初来乍到，想从故纸堆里探探本司的深浅。好一个探踏深浅！库房的钥匙在山阳湖那儿，告诉他，老夫准了。老夫得提醒你，鸿胪寺的卷宗比人心里的鬼还多。有些人看了一辈子，最后自己也变成了鬼。后院的库房里自己找，好几年没开过门了，呛死了可别怪我啊！宣德元年秋，金帐王庭使团入京，献宝马100匹，求娶公主。帝不允，使团滞留3月，无功而返。使团副使阿古尔因水土不服，并毒使团副使，最后连尸骨都未留下。这应该就是陛下让我们找的案子了。我应该从哪儿开始查呢？对了，孙志，他一定有属于他自己的情报网络，他只会在市井中悄然运作。客官，茶凉了，给您续上热的。茶就不必了，这个你看看能值多少茶钱？客官说笑了，小人就是个跑堂的，不懂这些。是吗？鬼面也是这么跟你说的？你到底是谁？我是来接替他的人，也是来给你指条生路的人。孙志死了，太子也倒了，你就成了一条没人管的野狗。你猜皇帝会放过你这个知道太多秘密的鬼面余党吗？你觉得那些曾经和你做过交易、被你攥着把柄的人，是希望你活着，还是希望你消失？你想怎么样？做我的蛇，继续你的生意，只不过以后你只为我咬人，我保你不死，而且价钱比鬼面给你的高1倍。我凭什么信你？就凭我知道你是谁。你真名叫李二狗，老家在青州府李家村，家里还有个读书的弟弟，上个月刚中秀才，对不对？好，大人想知道什么？
7年前，金帐王庭使团副使阿古尔在京城馆驿暴毙，我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回大人，这事当年鬼面大人也让我查过，阿古拉不是病死的，而是被毒死的。谁干的？对方手法很高明，用的是一种风寒西域奇毒，无色无味，连太医都验不出来。但鬼面大人当年查到，阿古拉死前秘密接触过一个人，谁？当时的大理寺少卿，如今的镇国将军府大管家林柏。是穆天成下的手，他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情报我要了。另外，我需要一个最新的消息：金帐王病的使团是不是在路上？是，消息是3天前从关外传回来的，使团已经动身，不出10日便能抵达京城。领头的正使是谁？是金帐可汗最宠爱的3儿子呼兰阿杜。草原上没人敢叫他的本名，他们都叫他草原之狐。我们伸进大钱心脏的那把刀断了，整整20年的心血，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耻辱！这是黄金家族300年来最大的耻辱。不寒，男人只会阴谋诡计，我们就该召集勇士南下，用铁蹄踏平他们的京城，把他们的皇帝抓来当马奴，把他们的公主赏给最勇猛的战士。杀！踏平中原，抢光他们的粮食和女人。呼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你已经被男人的书毒坏了脑子，忘了自己是什么血脉。大哥，你的勇气连雪狼都为之赞叹。可是大哥，勇气可填不饱族人的肚子。南下说的倒是轻巧，你当大前30万边军是摆设，镇国将军穆天成是绵羊。别忘了上次交手我们折损了多少勇士。傅寒，钱没了是事实，但我们更该看到另一件事：大钱出问题。他们悄无声息就拔除了我们的所有据点，偿官员所得。这背后必然有一支强大的操盘手，要么是那个老皇帝，他终于决心与我们撕破脸；要么是他的某个儿子，想借我们当垫脚石。无论是哪种，都说明大钱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而这正是我们的机会。当2头猛虎在山中搏杀时，高明猎人穷不参与私咬，而是潜入他们的巢穴，偷走最珍贵的幼崽。说下去。是，傅寒。我们应该派遣使团前往大前京城。什么？派使团去摇尾乞怜吗？当然不是，我们是去兴师问罪，亲眼看看是谁在背后操纵的这一切。至于那个被我们喂饱的太子，若他没用，我们就找一个新的代理人。大前朝廷并非铁板，我要让他们从内部腐烂崩溃。到那时，整个中原便是我们的牧场。好一个草原之狐！这件事交给你，你要什么，本寒就给你什么。谢傅寒。不过，除了查明真相，你还有一个任务。傅寒，请讲。7年前，阿格拉死在大前京城。最后一次传递出消息时，他生找到了那份关于圣山秘密的地图。找到那份地图，或者找到当年杀死他的那个人，把他给本王带回来。三王子，人选好了。选好了，按您的吩咐，都是最好的战士，不是人，个个以一当十。现在的身份是使团护卫。哼，很好。您要的礼物也已备妥，给大前皇帝的是300匹汗血宝马，给镇国将军穆天成的西域金刚战刀，给宰相李纲的几箱波苏夜光杯，还有……够了，这些都是障眼法。那份真正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一口棺材，一副手铐，都藏在运送马车的夹层里，绝对天衣无缝。大王子殿下驾到！三弟，听说你要去那个安乐窝了，哥哥我特地来给你现形。打开，让三弟开开眼，看看哥哥送他的好东西。哼，三弟，你既然这么喜欢南边，不如就别回来了，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多谢大哥，这礼物我很喜欢。不过按照我们草原的规矩，收了礼总得回礼。去，把我准备的回礼拿过来。大哥，请看。阿骨达，大哥，你这个手下不太懂规矩啊。昨晚他想在我的马奶酒里加料，我想他可能是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所以我就让他永远的休息。大哥，这份回礼喜欢吗？我不在王庭，还请大哥多多照顾我帐篷里的下人，他们要是谁也累了，我怕他们再也醒不过来了。我们走。传令，一炷香过后，我们出发。大管家林柏深居简出，
但他的手下跟西市几家皮货商来往很密。皮货商是拔都的人，那个大王子和穆将军素来不睦，这条线价值不大。老蛇那边有新消息，7年前，迎亲之事被拒后，草原使团滞留了整整3个月。这3个月，他们频繁出入一个地方。将作奸！阿格拉为寻找某一件物品而来，他找到林柏，而林柏杀人夺宝。不，顺序反了，刘成才是这张网的起点。7年前，太子刚开始布局，他需要钱和兵器，刘成通过某种渠道搭上了金帐王庭。阿格拉名为副使，是来京城谈军械交易，但他可能受了巴图可和指使，想拿到某样东西，所以才找上身为大理寺卿的林柏。然后这件事被穆将军察觉了，穆将军是陛下的人，他绝无可能容忍有人向外走私军火，所以他命令林柏杀了阿古拉。事后，林柏辞去大理寺卿之职，进入幕府，这才是最合理的逻辑。而阿古拉想找的东西，应该就是陛下交给我的任务。若推测为真，穆将军非但无过，反而有功，那他为何要在金殿自请查办？他在赌陛下信他。他用自污的方式把所有视线引到自己身上，只为掩盖一个秘密。什么秘密？阿格拉的死活从不重要，重要的是穆将军发现太子在和草原人做交易，他怕引爆皇家内乱，所以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处理杀草原副使敲山震武。那我们现在等那位草原之狐替我们撕开真相，他为神秘物品而来，就一定会找上穆将军，我们看着就好。陛下有旨，此物交与顾大人亲阅。怎么了？使团3日后到达，正使是3王子、呼兰阿杜，随行50多人。军报注明，这50人人人披重甲，刀不离手，马鞍挂着制式强弓，他们来者不善啊！顾属部，这都过了1个时辰了，这帮草原蛮子分明是故意的，想挫我们的锐气。郑大人，狼在狩猎时总是最有耐心的。大前红驴寺主簿顾长风奉天子之命恭候金帐王庭3王子殿下。你就是顾长风？是。本王听说男人知礼，礼数周全，为何连只引路的鸿雁都看不到？原来这便是草原的迎宾之礼，以剑为信，以血为媒。看来是我大前太小家子气了，不合王子殿下的胃口。记下来，日后我大前使臣出使金帐王庭，多被弓箭与猛士，抵达王庭，先射其牛羊，以示敬意。有意思，顾长风，你果然很有意思。这是傅汉呈给大前皇帝的国书。算盘，王子殿下知道的确实不少，只是不知您想找的究竟是哪个算盘？是太子的算盘，还是陛下的算盘？有趣，有趣至极。我原以为你会惊慌失措地跑回来，没想到你反手就给了那头小狐狸一记闷棍。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回陛下，呼兰阿学说出算盘，一为试探，想看清我大前是谁主导清剿；二为震慑，告诉我他手握机密；三为寻盟，他想找到新的盟友。我们只要顺水推舟，把他想要的算盘造出来，送到他面前。哦，呼兰想要的是一个能卖他军火、出卖大钱利益的，那我们就给他一个。太子钱庄被抄，但密宝和账册都被算盘提前卷走。算盘手握富可敌国的财富，能让草原铁骑武装到牙齿，更有扳倒重臣的黑料。陛下，您说，当那头草原之狐听到这个消息，他会做什么？好一个顾长风，朕准了，放手去做，大理寺随你调遣。谢陛下。不过，只让他当一把刀，可太浪费了。我要你做的不止于此。草原非铁板一块，巴图可汗有3个儿子。大王子有勇无谋，二王子平庸无能，唯有这个3王子才是真正的狼崽子。一头狼对抗不了整个狮群，但如果这头狼的背后有另一头更强大的狮子暗中支持，陛下是想……对，朕要你成为那头狮子，用算盘的身份去接近他，给他想要的一切。朕要你亲手帮他在草原上掀起一场血雨腥风。朕要草原的狼自己咬死自己。
皇帝陛下，大钱的酒很烈，舞也很美，但我这次来不单是为了喝酒看舞，还想向陛下讨一个说法。哦，三皇子有话，但说无妨。好，半月前我金战王卿的数百名商人在贵国境内一夜蒸发，他们的钱庄被洗劫一空。我想请问陛下，也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大人，这就是你们大钱的待客之道吗？还是说你们大钱的国库已经空虚到需要靠抢劫来补充了？王子殿下，您可能有所不知，您口中的那些商人并非商人，他们是与我朝废太子勾结的逆党，他们为废太子洗钱，倒卖我大钱明令禁止外流的军械、铁器与粮草，证据在此，铁证如山。至于那些商人，他们作为逆党同谋，早被我大理寺捉拿归案，打入天牢。若不是王子殿下今日提起，我们还真不知道这群逆党竟与京兆王庭有关联。本官倒是要多谢王子殿下为我们提供线索，如此一来，此案便可从谋逆案升级为通敌叛国案了。本王受教了。顾长风，我本以为这是一场驱赶绵羊的游戏，没想到羊笼里还藏着一只牙尖嘴利的看门狗。不，或许是另一只狐狸。游戏变得有意思。主子，您要的东西查到了。关于那个顾长风，顾长风20出头，1月前还只是一介白衣。什么？草民？是，我们的人查得很仔细。1个月前，此人进居在其表叔家中，就是一个可以被呼来唤去的穷书生。继续。转机始于宰相之子被杀一案，宰相选中了他，委托他查案。而后，此人竟真的查出了线索，将案子引向了太子。再之后，便是陛下下旨授予他钦差之职。从一介白衣到天子钦差，前后不过数十日，他就像一个凭空出现的幽灵。皇帝又是何等雄主，他会因为一个案子就将国之重器托付给一个外人？除非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不是偶然，他是被制造出来的，是皇帝的傀儡。太有意思了。我原以为男人只会躲在墙后耍阴谋诡计，没想到他们竟主动成为猎人，设下最美味的陷阱。那个老皇帝以为造一个算盘的假消息就能引我入瓮，借我的手去咬死他想除掉的人，他想得太美了。既然他送了我这么一个帮手，我若是不好好利用，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我大哥安插的人找出来了吗？回主子，已经找出来了，正好用得上。传令下去，把我们带来那口棺材擦干净，再准备一份厚礼。明天我要亲自去拜访顾主簿，他不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吗？那我就送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未来。我的顾大人啊，那草原狐狸到底想干什么？他昨日刚吃了那么大的亏，今日就来拜访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啊！郑大人，稍安勿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既然要来，我们接着便是。接？怎么接呀？我听说他还备了厚礼。这礼要是太重，我们是收还是不收？收了会落人口实，不收又失了礼数，这就是个坑啊！郑大人，这些迎来送往的礼数，您比我在行，平常心应付就是。金帐王庭，三王子殿下到。哼，顾主簿好雅兴啊。王子殿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昨日在太和殿上，本王对顾主簿的雄辩之才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今日特地备了些薄礼前来拜会，还望顾主簿不要嫌弃。一些身外之物不成敬意，顾主簿请。王子殿下太客气了，无功不受禄，这么重的礼，下官可不敢收。哦，顾主簿这是看不起我金兆王庭？非也，只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王子殿下这才来路不明，下官怕收。顾冷部果然是个妙人，快人快语，本王喜欢。既然这两项不合心意，本王还有一份厚礼要送给莫儿。打开。送棺材，这是不死不休的宣战。护兰居然如此丧心病狂，你护兰王子！上好的金丝楠木，做工也考究。王子殿下有心了。你不生气？为何要生气？王子殿下送我如此厚礼，我感激还来不及呢。王子殿下想告诉我，我是个没有过去的人，就像一个幽灵飘荡在京城，为陛下办事，办好了是刀，办砸了是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总有一天会躺入棺材，被埋进土里。顾长风竟一字不差地说出了我的盘算，所以王子殿下送我这口棺材，是想给我一个选择，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一个与您合作的未来。而这两箱金银珠宝就是定金，我说的对吗，王子殿下？哈哈哈哈！有意思，顾长风，你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男人。
你说的全对，我就是来给你一个未来的，一个更广阔、更自由的未来。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良禽择木而栖，大钱早就烂透了。而我金帐王颖正是冉冉升起的太阳。跟着我，你得到的远不止这2箱金银，整个天下都是我们的棋盘。多谢王子殿下，我收下了。但这2箱金银还请王子殿下带回去。为什么？因为下官觉得我的未来应该值更高的价钱。而且，王子殿下，您是不是忘了我是陛下的算盘？您今天说的每一个字，您觉得我的主人会不知道吗？您挖墙脚挖到了龙椅底下，您说这笔买卖我敢做吗？顾大人，这东西万万留不得呀！要是传出去，我大钱的脸面何在？鸿胪寺的脸面何在呀？留着，留着。顾大人，您没糊涂吧？这可是棺材，是不祥之物啊！郑大人，您觉得以三王子性子，他送的东西是我们想扔就能丢掉的吗？那怎么办？就这么放着，一口棺材而已，又占不了多大地方。正好天冷了，劈了当柴烧，也算物尽其用。长风，出大事了！叔父，先进屋慢慢说。死人了，死的是金帐王庭的人。来了，呼兰的反击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什么时候的事？尸体在哪儿？就在今天早上，巡城司的人在一条巷子里发现的。长风啊，这下又可捅破天了！使团的人死在了京城里，这可是天大的外交案子，处理不好，那可是要打仗的呀！裴大人已经带着人过去了，整个大理院都快疯了。叔父，你先别急，你现在回去告诉裴青，就说我马上到。另外，封锁现场，不许任何人靠近，特别是金帐王庭的人。这能行吗？呼兰那边要是知道了，就说这是大钱的规矩，在我们的地盘上就得守规矩。他要是不服，让他来找我。长风，你可算来了。情况怎么样？很不好，死者是三王子的随从，他被一刀毙命，钱袋都被抢走了。初步判断是劫财杀人。劫财杀人，早不劫晚不劫，偏偏在他给我送完棺材的第2天，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我也知道这里面有鬼，可现在人证物证都没有。呼兰已经派人来问过3次了，态度咄咄逼人，要我们给个说法。说法？他要什么说法？他要我们交出凶手，否则他就要亲自带人查案。这分明是想把手伸进我大理寺。他不敢，他要是敢在京城动刀，慕天城第一个不会放过他。但他会把事情闹大，闹到陛下面前，闹得满城风雨，让我们大钱在天下人面前丢脸。我去看看尸体。等等，长风，这件事你最好别插手。为什么？你现在的身份太敏感了。昨天呼兰刚给你送棺材，今天他的人就死了。你现在跳出来，他正好可以往你身上泼脏水。裴青，我现在躲还来得及吗？从他送我棺材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被他拉进局了，躲是躲不掉的。他既然出了招，我就必须接。我倒很想看看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顾大人，有什么发现？回大人，死者身上没有搏斗痕迹，致命伤是胸口这一刀，一击毙命。从伤口形状看，凶器应该是匕首一类的短刃，死亡时间大概在昨夜子时到酉时之间。现场太干净了，干净的不正常。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杀，现场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痕迹？除非这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大人，我们检查过了，他手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人死前的肌肉痉挛。裴大人，从发现尸体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时辰了，我想请问，凶手找到了吗？王子殿下，查案需要时间，我大理寺上下正在全力追查，有线索一定会告知殿下。时间？我的人死在你们天子脚下，你现在跟我说需要时间？裴大人，我不想听这些官话，我只要一个结果，要么你们在日落之前把凶手交出来，要么就由本王用我们草原的方式为我的手下讨回公道。放肆！呼兰阿都，这里是大钱的大理寺，不是你们草原的帐篷，岂容你在此撒野？哦，住手！王子殿下，请你记住自己的身份，你是我大钱的客人。若是再敢在我大理寺动刀，休怪本官不讲情面，将你们全部拿下！哼，拿下？就凭你们？就凭大钱的律法？顾主吧，王子殿下好大的火气！我的人死了，我火气能不大吗？哼，人死自然要查，但查案要讲证据，讲法度。王子殿下口口声声要公道，
却在大堂上威胁我朝命官，难道这就是草原的公道？本王只是想尽快找到凶手，有何不对？想找凶手可以，但不能用你的方式，而是用我大钱的方式。我大钱的仵作会验尸，会追凶；我大钱的法官会审判，都轮不到殿下你指手画脚。本王还真是小看了这个看似文弱的书生，骨子里比谁都硬。既然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顾主簿，你误会了，本王并非不信大理寺，只是因为死的是我的人，我关心则乱，一时情急才说错了话，还望裴大人和顾主簿不要见怪。本王只有一个请求，本王希望能派一个人全程参与此案的调查。他不会干涉大理寺办案，只是在一旁看着，这样本王也能及时了解案情的进展，好回去对我傅寒有个交代。这总可以吧？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顾魏府请说。王子殿下可以派人旁听，但作为交换，从现在起，有关此案的一切事宜，你只能通过我来与大理寺沟通。换句话说，我将全权代表大理寺与王子殿下你进行对接。王子殿下觉得这个交易公平吗？好一招釜底抽薪，公平。裴青，下官恳请接手此案。准！一刻起，此案由红驴寺主备顾长风全权督办，大理寺上下全力配合。顾大人，把你的发现再说一遍，详细点。死者除了胸口的致命伤，再无其他明显外伤，手脚指甲干净，除了一点淡绿色的不明残留物外，没有搏斗产生的皮屑组织，无中毒迹象。致命伤是用匕首从正面刺入，瞬间贯穿心脏，导致大出血死亡。伤口的角度和深度判断，凶手身高应与死者相仿，且惯用右手，是个力气很大的男人。凶器呢？现场没有找到，被害者的钱袋也不见了，应该是被凶手一并带走。就这些？目前就发现这些。这个顾长风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了？有发现？等等，这是什么？这像是被绳子勒过的痕迹，但很浅，不像是捆绑造成。不是绳子，这不是勒痕，而是压痕。压痕？死者的手腕在死前或者死后的短时间内被一个很重的带有圆形边缘的物体长时间压过。这能说明什么？说明那条巷子可能不是第一现场，死者很可能是在别处被杀，然后被凶手运到巷子里，伪装成劫杀现场。没错，只有独轮车的车腰才能在手腕上留下这种压痕。独轮车？还有，你们看他的眼睛，这很正常，很多人死前都会这样。不，你们仔细看他的瞳孔深处，是不是有一点极微小的针尖状的收缩？这是濒死前的眼底痉挛，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什么情况？死者在死前看到了某种让他极度恐惧，甚至超出他认知的东西。这种恐惧会让他的视觉神经瞬间收缩，在瞳孔里留下永久性的痕迹。这是我从死者指甲缝里找到的。这是什么？不知道，但绝对不是巷子里的东西。巷子里的地砖上长满青苔，泥土湿滑。如果死者在那里被杀，指甲缝里留下的应该是黑色的淤泥和青苔碎屑，但这粉末是干燥的，这说明死者死前去过一个很干燥并且有大量类似绿色粉末的地方，他甚至用手抓过这些粉末，这才是找到凶手的关键线索。顾大人真是让本王大开眼界。有顾大人督办此案，本王放心了。我那死去的兄弟在天有灵，也该瞑目了。王子殿下放心，查明真相是我大理寺的职责。至于能不能让死者瞑目，那就要看他生前都干了些什么。长风，这草原狐狸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怎么一点也不悲伤，反而有些兴奋？因为他要的从来都不是凶手，他要的是一个借口，一个能让他名正言顺地将京城翻个底朝天的借口。你的意思是，他杀了自己的人，为了搅浑水？是不是他杀的，现在还不好说，但死者一定是他计划中的一环。现在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这粉末到底是什么。裴青，大理寺可有精通草木药理的供奉？有倒是有，但要说京城里谁最精通，还得是太医院的老药师，或者西市百草堂的孙掌柜。孙掌柜是个怪人，一辈子都与草药作伴，很多宫里都找不到的稀罕玩意儿，他那儿都有门路。那就去百草堂，此事不宜张扬，我换身衣服亲自去。你让大理寺的人从独轮车查起，看看昨夜子时前后城里何处丢了独轮车，或者有独轮车出入的痕迹。好。掌柜的，客官是想问药，还是想解毒？想请掌柜的帮忙认一样东西。有点意思。客官，你这东西是从哪儿得来的？
从一个死人身上。死人？这就说得通了，这是花粉。什么花？一种很罕见的西域奇花，名叫玉骨兰。这花娇贵得很，必须在恒温恒湿的暖房里，用特制的草木灰做养料，才能勉强养活。它的花粉就是这种淡绿色。这种花在京城里多吗？客官，你太小看这东西了。这么说吧，整个大钱能养活这玉骨兰的屈指可数，而在京城里，据我所知，养着这花的只有3个地方。哪3个地方？一处是宫里德妃娘娘的暖房，德妃娘娘的母族就是西域人。一处是大学士周文渊的府上，周大学士痴迷百花，曾一掷千金从西域商人那儿买了一株。至于这最后一处，就是镇国将军穆将军的府上。7年前，草原副使阿古尔暴毙案，阿古拉死前秘密接触的灵摆，正是镇国将军府的大管家。现在使团成员巴特尔被杀，线索再次指向了镇国将军府。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巧合多了就不会偶然，而是必然。掌柜的，为何穆将军府会有这种奇花？这不算什么秘密。穆将军那位过世多年的夫人，生前最喜欢的就是这玉骨兰。听说夫人过世后，穆将军修了一间暖房，将那些玉骨兰当宝贝一样养着，这么多年从未间断，也算是留个念想吧。呼兰真正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穆天成。他杀掉巴特尔留下花粉，甚至可能连抛尸地点都是精心设计的。他算准了我的办案能力，一定能顺着线索查到穆将军府上。他这是在借刀杀人，不，比借刀杀神更狠。他是要借我这把皇帝的刀，去刨开穆天成这座大前军神的根基。好狠的阳谋！多谢掌柜解惑。客官，这玉骨兰虽然美丽，但它的花粉有微毒，闻久了会让人产生幻觉。你那位朋友死前怕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呼兰的计划堪称完美，他将自己置于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然后牵动着线头，看着我一步步走向他设定的舞台。但是他算漏了一点，呼兰以为自己是棋手，却不知他的对手也在审视着他。我现在有2条路，第一条是将自己的推测告知皇帝，揭露呼兰的阴谋，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但线索就断了，呼兰可以轻松将自己摘出去，而7年前的旧案依然无法解开。第2条，将计就计，假装我没有看穿这一切，就当一个被牵着鼻子走的蠢货，顺着他铺好的路，一头扎进镇国将军府这潭深水里。这样做风险极大，一走错就可能被呼兰反咬一口，或者得罪穆天成。但这是唯一能查明真相的机会，躲是躲不掉的。从我接手这个案子开始，我就已经身在局中。既然如此，那就把这潭水搅得更浑一些。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长风，怎么样？查到了，此案或许与穆将军有关。啊，穆将军？这怎么可能？穆将军乃国之柱石，怎么会和这命案扯上关系？是不是他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线索确实指向了他那里。裴青，不管他是谁，官居何位，只要有疑点，我们就必须查。这是大理寺的职责，也是陛下的期望。长风，此事非同小可，我们必须立刻上报陛下。当然要上报，不过在上报之前，我们得先去一趟镇国将军府，我们得亲眼看看那间暖房和那些花，看看那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我们就这么去，会不会打草惊蛇了？就是要打草惊蛇，我倒要看看是草先动，还是蛇先动。长风，你当真想好了？这非同儿戏，穆将军在军中的威望无人能敌。我们如此上门，万一什么？万一他真是凶手，我们因他权势滔天，不敢查下去怎么办？我非此意，我是怕这是圈套，是呼兰布下的局，他就是要逼我们去冲撞穆将军，他好坐收渔翁之利。我知道，傅培青，就算明知是陷阱，我们也必须踩进去。线索是真的，死者指甲里的花粉来自玉骨兰，京城里养着玉骨兰的只有3处，宫中我们进不去。周大学士府上那株已在败期，我已派人核实过，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穆府。我们的职责是办案，只认证据，不认官府。倘若我们因拒担穆将军的身份，就对这条线索置若罔闻，那才是正中呼兰的下怀。明日他便能指着我们的脊梁，说我朝律法欺软怕硬，不敢查办功勋重臣。到那时，我大秦的国威颜面才叫荡然无阻。裴青放心，我非鲁莽之辈，不会提着刀就往里冲。我们是去查案，不是去定罪。我相信穆将不至于没有这点度量。裴青，稍等。等什么？等他出来。裴四军，故不小误，别来无恙。林管家，林管家似乎知道我们会来。大理寺办案雷厉风行，百草堂的孙掌柜刚送走一位问药的贵客，消息便传遍了西市。既然林管家已知晓，想必也清楚我2人的来意。我们正在查一桩命案，死者是使团户的缝中提到玉骨兰的花粉。据我们所知，整个京城培植此花唯有3处，穆将军府正是其中之一。顾大人所言不差，先夫人生前钟爱此花，将军为寄托安水，却在府中修了暖房，悉心培育。此事京中人尽皆知，所以我们进府看看那间暖房，以及那些玉骨兰。可以。将军有令，大理寺查案，幕府上下全力配合。2位大人，
请。二位大人，这里便是暖房，府中的玉骨兰全在此处。顾大人对花草也有研究？谈不上研究，只是觉得新奇。听说这玉骨兰花粉有微毒，闻久会让人产生幻觉。确有其事，所以这间暖房除了我和几个专门的花匠，其他人是不许靠近的。这盆花怎么看起来有些无精打采的？许是前2日降温，角落里气温不匀，冻着了。回头我让花匠给他挪个位置。是吗？这是血渍，是沾了血的手，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托盘上蹭了一下。铁证，这简直就是铁证如山。顾大人，在我亡妻的暖房里找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回将军，下官找到了这个。顾大人，你到底想查什么？顾大人，回穆将军，下官不想查什么，下官只是在办案。使团护卫巴特尔沉实冷笑，大理寺奉旨查案。我们在死者指甲缝找到了玉骨兰花粉，顺着花粉，我们查到了将军府的这间暖房。在这间暖房里，我们发现了这枚狼头铜扣，并且这地面上有踩踏的痕迹，托盘上有疑似血渍的残留物，人证物证都有，所有的线索都指向这里，所以下官和裴大人才会出现在这里。你的意思是，我府上的人杀了使团的护卫？下官不敢妄下定断，但死者在死前一定来过这里，并且可能就是在这里遇害的。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顾大人，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这里日夜有人看守，外人绝无可能潜入。你说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可有凭据？凭据就在死者身上，我们在死者手腕上发现了压痕，那是被独轮车的碾压造成的，说明凶手在杀人后用独轮车将尸体抛尸在小巷，伪装成劫杀的假象，从将军府后院运一具尸体出去，想必比从外面潜入一个大活人要容易得多吧？好一个顾长风，好一张利嘴！你说的没错，证据确凿，大理寺查到我府上合情合理。但是顾大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会不会太顺理成章了？一个使团护卫半夜潜入我将军府，来到这最偏僻的暖宫，然后被我的人杀死，再被我的人用独轮车把尸体运出去抛尸，最后还在现场留下了一枚铜扣，生怕你们大理寺查不到。你不觉得这像是一个早就写好的戏本吗？再说了，一个异族人半夜潜入我府邸，本将把他剁碎了喂狗都是合情合理，本将还得质问使团半夜潜入我府是要刺杀本将吗？将军的意思是有人栽赃陷害？是不是栽赃，本将不知道，但这件事诡异得很。本将戎马一生，若真要杀一个人，绝不会留下这些痕迹，更不会蠢到抛尸在自己的地盘附近。顾大人，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这件事的背后水很深。本将可以全力配合调查，你们想查谁就查谁。我穆天成若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大钱的将军。但是本将希望大理寺不要被人当枪使。查案可以，但若是有人往我穆天成身上泼脏水，就该问问我身后的20万大军是否愿意。将军放心，大理寺只认法理，不参与党争。今日叨扰，多有得罪，我们即刻上报陛下，听候圣裁。栽赃陷害，他倒是敢说。裴宣，臣在。回陛下，臣认为此事疑点重重，但穆将军乃国之柱柱，绝无可能与草原使团勾结。这定是呼兰的阴谋，我们应当什么？应当就此罢手，然后告诉呼兰说这是他的阴谋，我们不查了。臣不敢。哼，顾长风，你来说。回陛下，臣认为不管是不是栽赃，线索已经查到了幕府，就应该继续查下去，一查到底。疯了，这小子一定是疯了。好一个一查到底！朕准了。今天早朝有7名武将为穆天成求情，都被皇帝驳回了。大理寺已经开始传唤昨天在幕府当值的护卫和花匠了。如今城里都在传，说穆将军功高震主，要被清算。帖木儿备一份请柬，就说本王对案件的进展十分关切，想请顾大人来管议一叙。是。长风，现在外面都传成什么样了？我们大理寺都快成奸臣的爪牙了。裴青，稍安勿躁，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只要做自己的事。现在军方对我们虎视眈眈，我们的人一出门就会被人指指点点，再这么下去，
我们大理寺还怎么在京城立足？那就更要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用事实说话。顾大人，使团派人送来的，指名道姓要交给您。哼，这只狐狸终于坐不住了，他这是来看我们的笑话，来催我们了。他不是来催我们的，他是来给我们送线索的。送线索？对，火已经烧起来了，但他觉得还不够旺，他需要再添一把柴，一把能把火直接烧到7年前那桩旧案上的柴。裴青，你继续传唤幕府的下人，动静越大越好。我要让呼兰觉得我们已经中计了。我去会会这只狐狸，看看他准备的这把柴到底有多干有多硬。顾大人，你可算来了，本王等你多时了。哈哈哈哈哈！这几日辛苦顾大人了，为了我死去的兄弟，让大人承受如此大的压力，本王于心不忍啊。王子殿下言重了，查明真相是我大理寺的职责。顾大人高义，不知案子查得怎么样了？可有什么进展？本王也好对我那些兄弟们有个交代。不瞒王子殿下，案子查到了一些眉目，但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哦，愿闻其详。案发现场确实是在将军府的暖房里，我们在那儿找到了死者遗落的铜扣。穆将军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岂有此理！天子脚下王法昭昭，难道他穆天成还能一手遮天不成？顾大人，你我一见如故，本王早就把你当朋友，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王子殿下但说无妨，下官洗耳恭听。本王也是昨天才听手下人说，那是一件陈年旧事。说起来也是个巧合，7年前我金帐王庭也曾派遣使团来京，当时的副使名叫阿古拉，后来不幸在馆驿染了恶病，不治身亡。我的人告诉我，阿古拉在病逝之前秘密接触。谁？就是穆将军府上的大管家，当年还是大理寺少卿的林柏。林柏，多谢王子殿下，殿下提供的线索实在是太重要了，简直是拨云见日。下官之前还在奇怪，为何命案会牵扯到穆将军，现在看来这2件事根本就是一件事。巴特尔可能就是发现了7年前的真相，所以才会被人灭口。顾大人言重了，本王也只是提供一个可能，毕竟时隔7年，当年的真相如何，还需要顾大人去查明。殿下放心，下官就算是掘地3尺，也要把真相给挖出来。呼兰终于将他的饵放上了棋盘。林柏，7年前的旧案，他想借我的手去逼问林柏，去撬开穆天成的嘴。好，那我就如你所愿，我不仅要撬，我还要当着全京城所有人的面狠狠地撬。